真是倒霉！我堂堂现代中医世家传人，连续熬夜居然猝死了。穿进这本宅斗篇里就算了，还成了镇国将军府流落山野的真嫡女，开局就是地狱难度。谁在说话？二哥，你怎么了？是茶水烫到手了吗？无碍，可能是江风吹得有些头疼，耳里起了窝鸣声。这二哥长得倒是阳光俊朗、见眉是目的，可惜啊可惜，是个没心眼的傻白甜。估计一会儿下船，那假嫡女顾婉宁一用苦肉计，就会信以为真把我丢下。没记错的话，原主被接回将军府后，全家都被顾婉玲耍得团团转，最后家破人亡，落得个满门抄斩，连条狗都没留下。什么？满门抄斩？二哥，你脸色好难看，真的没事吗？我会点医术，要不我帮你把把脉。我没事，许是坐船久了，腿脚有些发麻。这二哥一惊一乍的，别是有什么大病吧？算了，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我穿成了苏唐英，就绝对不能让将军府重蹈覆辙。那个渣爹沈仲庭和假千金顾婉露，要是敢来惹我，别怪我手段不客气。渣爹假千金？难道他说的是真的？婉柔妹妹是假的？欢迎大小姐回家！哇，这么多人，这就是将军府嫡女的牌面吗？我的女儿，你受苦了，是娘不好，让你在外面流落了这么多年。娘，我不哭，能回到娘亲身边，唐英很开心。好，回来就好。不好了，夫人，不好了！婉柔小姐她为了亲自给大小姐布置房间，不小心从阁楼的楼梯上摔下来了。哟，苦肉计这就来了。什么来了？谁在说话？莫非婉柔真的要作妖？家主，婉柔小姐伤得真的严重，额头上全是血，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正哭着要见您和二公子呢。这管家也是个睁眼瞎，什么摔得站不起来，分明是顾婉容算准了今天故意搞这一出。要是娘亲二哥真的扔下我跑去看他，那我这个真嫡女回府第一天就成了个笑话。难道真如妹妹所说，婉柔妹妹是装的？知道了，既然伤得重，就去请最好的大夫给她治。我这个当娘的又不是大夫，去了能有什么用？可是婉容小姐哭着要见您，听不懂我的话吗？还不快去请大夫！是。哇，娘亲好霸气，不愧是镇国女将军，我还以为她会被顾婉中的苦肉计骗过去呢。看来娘亲还是明辨是非的。唐嫣，走，娘带你去看看你的院子，那是娘亲自为你布置的锦绣阁，一定会喜欢的。这待遇也太好了吧，是我以前那小破屋的3倍大，不是10倍大。唐嫣，这些年你在外受苦了，跟娘亲说说，这些年你在乡下过得好吗？奶奶对我挺照顾的。好个鬼，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冬天手冻的全是裂口，还要做饭洗衣捡柴，简直不要太惨。你这孩子，乡下的条件能好到哪里去？你放心，从今以后，在这将军府里，娘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唐英妹妹，我是你二哥，你还有个大哥顾承渊，出征去了，等他回来再介绍给你认识。大哥顾承渊，那个大将军，只是可惜被人暗算，断了右臂，成了一个废人，再也没有站上过战场。母亲，二哥，婉容听说姐姐回来了，本想亲自去迎接，谁知不小心摔伤了头，婉容心里过意不去，特地来姐姐赔罪。装的还挺像，不是说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这不还有力气卖惨吗？我怎么会生气呢？我可没有妹妹想的那么格局小。姐姐，这是妹妹前些日在珍宝阁买的一只发簪，花了1000两银子呢。姐姐初来京城，恐怕没见过这么贵重的首饰，以后出门带着，也不至于被人看清了去。这簪子上的点翠颜色暗沉，分明是染色的鹅毛，金丝的光泽也不对，一看就是鎏金包铜的便宜货。拿个赝品来寒碜我，还嘲笑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仔细看还真是个赝品金钗，看来唐英的心声都是真的。婉容，这成色不适合唐英。母亲，这真的是珍宝阁的掌柜亲自卖给我的，婉容也是被骗了。被骗了？你平日里置办首饰，眼光向来挑剔，今日你姐姐刚回府，你便拿着这等成色的物件过来，若是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将军府苛待了嫡女。母亲，婉容真的不知情啊！姐姐，你相信我，我绝不是有意的。来人，去开库房，把那套红宝城头面还有那几匹蜀锦流光锁送到锦绣阁来。是，夫人。我的女儿自然要用最好的。
妹妹，这是二哥在西郊马场的对牌。二哥前阵子刚得了一匹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性子烈得很，正好配你。我已经让管家牵来，就在府门口了。谢谢二哥。既然没什么事，就回去好好养伤吧。你姐姐这儿以后不用来了。这个贱人，一回来就夺走母亲的爱，来日方长，我一定会让她付出代价。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吗？太帅了！谢谢娘亲，谢谢哥哥。刚刚看顾婉诺那表情，算计都写在脸上了，估计他又要去扎爹那哭诉一番，马上就要来找我兴师问罪了。还知道回来？一家人在这儿等你，好大的架子！这老男人嗓门这么大，这就是那个极品凤凰男沈仲庭，吃着我娘的软饭，还敢在这里大呼小叫。唐英刚回府，舟车劳顿，我带他去梳洗一番，迟些又如何？看，哪里有半点嫡女的仪态？婉容好心去迎他，还把婉容的头都给打破了。父亲，您别怪姐姐，都是婉容自己不小心摔的。姐姐在乡下受了苦，心里有怨气也是应该的。婉容自己从楼梯上摔下来，府里多少双眼睛看着。你身为长辈，不分青红皂白便指责唐英，这就是你所谓的规矩。如果不是他这个扫把星回来，婉容怎么会摔倒？婉容知书达理，温婉孝顺，哪像这个野丫头？对着亲生女儿一口一个野丫头，对着私生女倒是一口一个温婉孝顺。野丫头！沈仲庭，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唐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陪着她天经地义。倒是你这么心疼一个养女，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你的亲骨肉。府上又不是没请大夫，难不成还要我这个当娘的亲自给她医病不成？可惜啊，我娘亲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你拿捏的软柿子。既然你觉得这个养女比亲生女儿还要好，那我们便和离。你说什么？和离？娘亲真霸气。不过沈仲庭肯定不会同意。作为一个标标准准的凤凰男，他巴不得想吞掉整个将军府，好给自己的情人和宝贝私生女铺路呢。云兰，你这是说的什么气话？我刚才不过是一时冲动，怎么会嫌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我疼他还来不及呢。这变脸变得翻书还快。当年你为了霸占将军府的财产，在娘亲的酒里下药，逼得娘亲不得不与你成婚。成婚后你还不老实，偷偷把家产转移到了柳慧娘名下。这等厚颜无耻的吸血鬼，真是世间少有。看来当年那场醉酒，根本就是他蓄意谋划的，转移家产，养着那个晴儿。沈仲庭，我会让你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的吐出来。既然你不愿意和离，好，从今天起你搬去偏院住，没有我的允许，半步不准踏入主院。偏院？顾云言，我可是你丈夫。还有这几个月账房报上来的亏空，一共是8000两白银，限你3天内补齐，否则我就报官说府里出了家贼。云兰，这银子……来人，把他的东西搬去偏院。顾云兰这个贱妇，敢这么对我！等我掏空将军府，我要你跪下来求我！父亲您受委屈了，母亲怎么能为了那个野丫头这样对待父亲呢？不用他得意，放心，这将军府的家产以后都是你的。唐英，多吃点。娘亲也太帅了，对付渣男就该这样，先让那爹渣爹见你得意几天，等我找到证据，一定要他们给娘亲磕100个头。我的好女儿，你放心，娘自会派人查账，将他们连根拔起，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真的越想越气，这爹太不是个东西。要不我去给他下个药，让他阳痿。天凉了，多喝点汤暖身子。妹妹，过几日沁芳园有赏菊宴，京城里的世家公子小姐都会去，二哥带你去散心可好？赏菊宴？那岂不是有很多古代的高颜值小鲜肉？有这等好事，我必须去啊！说不定还能碰到什么惊天大瓜呢。妹妹，跟讲二哥，今天来的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好的，二哥。这满园子的人穿得人模狗样的，背地里还不知道有多少见不得人的脏事儿，就当是来吃瓜看戏的吧。那位是平阳侯夫人，平日里最是端庄贤淑。端庄贤淑？这位平阳侯夫人背地里可是个赌徒，在赌场输了足足3万两银子，连侯府的传家宝都给偷当了。传家宝都当了？这平阳侯头上简直是漏风的大窟窿啊！那个娘跳是谁？看起来地位不谦啊，一堆人围着他。不过一看就是好男色，得让哥哥远离他。哥哥细皮嫩肉帅的一批，可却别被他看上了。
这丫头的内心这么变态吗？表面看上去倒是文文静静的。那个平阳侯夫人笑得像朵老菊花似的，那假发过都快掉下来，也不嫌丢人。谁在说话？世子，属下并未听到任何声音。怎么后背凉飕飕的？不管了，不管了，那边的糖糕看着还不错。安逸，世子有何吩咐？去查一查顾承霄身边那位女子是什么来历。是。二哥，那人是谁？看着好鬼祟。那是我身边的管家沈安，你在那儿干嘛呢？回二公子，奴才腹中有些饥饿，就吃了些东西。沈安，他不就是渣爹另一个私生子吗？竟然在二哥身边做管家，这一家人倒是整整齐齐。沈安是沈仲庭和柳慧娘的私生子。这沈安不仅是个卧底，还是个无可救药的烂赌鬼。他欠下巨额赌债后，为了自保，他偷了二哥你的印饰，伪造贪污军饷的假账，把你推出去顶罪。哥，那个沈安，你以后可要少用他。我瞅着他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沈安，城外那个庄子上的管家生病告假了，你办事得力，明天一早你就去城外的庄子接管那里的事务吧。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回京。那城外的庄子偏僻又清苦，这简直就是变相的流放啊！二公子，奴才想留在您身边伺候。怎么，我的话不管用了？奴才遵命。世子，查清楚了，那位女子是将军府的嫡女苏唐音。这什么破宴会？里面的东西经看不经吃，这果然都是小鸟胃吗？好饿，我的汉堡，我的炸鸡，我好想你！活的，野生的，超级无敌顶配大帅哥，这颜值，这气场，简直比我哥还帅！世子殿下恕罪，沈妹初来乍到，不懂规矩，无意冲撞了殿下，还望殿下海涵。帝王府世子萧焕之，原著里那个战功赫赫却被下毒，最后惨死的短命鬼，这么帅的人死了怪可惜的。他没张嘴啊，这声音难道是他的心声？等等，我竟然会死！唐嫣，想什么呢？快给世子殿下打个招呼。臣女见过世子殿下。将军府的人，这是我的亲妹妹苏唐音，妹妹从小养在乡下，前段时间才认祖归宗。这么说，她才是将军府真嫡妹。对，如假包换。原来是将军府刚找回来的苏大小姐，无妨。刚刚顾二公子言重了。小祖宗，你以后可千万别那么莽撞了，下次再碰到那个火焰王，你可得给二哥躲着点，不然咱10个将军府都不够陪他。为什么二哥？他长得挺好看的，而且刚才也没怪我啊。你懂什么？这位萧世子可是京城里出了名的冷面阎王。咦，府里的人呢？怎么感觉这么冷清？把这些吃里扒外的蛀虫全部打断一条腿，发卖出去。娘亲威武，简直酷毙了。没什么大事，只是处理了几个手脚不干净的下人。这府上竟安插了这么多沈仲庭的人，一个个都快把将军府给蛀空了，怪我以前太糊涂。姐姐这是在发哪门子的火呢？这位不会就是我那渣爹的情人吧？看这副柔弱不能自理的白莲花模样，顾婉容简直就是把他一个模子刻出来。原来是他，亏我之前还以为是他喜欢孩子，才跟婉容格外亲近。现在想来，他们母女在我面前演了这么多年的戏，真是可笑不比。我将军府的家事，何时轮到你来过问了？姐姐说的哪里话？妹妹也是关心你嘛。府里下人手脚不干净，妹妹可是最清楚的。这群人里面还有几个是我特意给姐姐挑的呢。哦，是吗？我倒是不知。将军府可不养吃里扒外的白眼狼，留着也是祸害。哼，妹妹今天过来就是为了问这件事。当然不是，我是担心姐姐。这位就是刚接回来的大小姐吧？长得倒是清秀，但姐姐有了亲女儿，可别冷落了婉容啊。婉容那孩子从小就贴心，现在又受了伤，正需要人疼呢。哟呵，这是给女儿打抱不平来了。我顾云兰如何教养女儿，不劳你费心。倒是妹妹对婉容倒真是关心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亲母女呢。姐姐真爱说笑，婉容是我看着长大的，我不心疼谁心疼她？当然是比其他人要亲近些的。不过说起来，这位唐音侄女儿刚从乡下回来，这规矩礼仪嘛，刚才见到我这个长辈，也不知道行个礼问个安。
姐姐，你看，这到底是在乡下长大的，没人教。哟，这就开始贬低我了？跟我玩绿茶？走你的路，让你无路可走。娘亲，这位夫人说的对，唐英在乡下长大，确实不懂规矩，哪像婉云姐姐，有这位夫人言传身教，规矩礼仪学的那样好，连送个10两银子的假发簪都那么有模有样的。哟，这是破防了，不装了，这就没意思了。我还想多看会儿白莲花变脸呢。这小贱人竟敢当众抬杠！娘亲，这女的是谁啊？打扮的花里胡哨的，怎么不介绍下自己？难道是府里新买的雏牛？可这长得也太丑了吧，脸上粉涂的比墙皮还厚。唐英，不得无礼，这位是你父亲的表妹，你该叫她柳姨。哦，原来是爹的表妹啊。那这位大莎，哦不是柳姨，你刚才说我不懂规矩，那要是按规矩，想必你也一定给唐英准备了见面礼吧？娘亲，是不是唐英要礼物惹柳姨不高兴了？唐英在乡下穷惯了，没收到过什么礼物，不要了就是。唐英乖，这世上总有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明明是上不了台面的外人，非要跑到主家摆阔。这只金步摇是我特意给大小姐准备的，当见面礼吧。又是步摇，还是鎏金包铜的便宜货，真不愧是母女俩，真当我是收破烂的。咦，这手镯一看就价格不菲，这对狗男女哪能买得起？肯定是渣爹偷偷用娘亲的钱给他买的。柳夫人，我妹妹怕是不适合这只步小，不过我看您腕上这只羊乳玉镯倒是不错。既然夫人要送礼，不如就送这只玉镯吧。二公子，这玉镯是别人送我的，意义非凡，实在是不方便送人。姐姐，你看这玉镯可是仲庭哥送我的定情信物，价值2000两白银，怎么能给这小贱人？娘亲，柳姨是不是舍不得啊？要是柳姨实在舍不得，唐英不要就是了。唐英在乡下习惯了没有好东西的日子。抱歉，是我唐突了。方才我以为柳夫人是真心疼爱唐英，现在看来连这玉镯都不舍得送，想必您也不是真心喜欢妹妹。逆女！仲庭表哥，你别怪大小姐。都是我不好，我不该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惹得大小姐和二公子不快。你刚回府就搅得家犬不宁，还敢抢你柳姨的东西，反了，简直是反了！沈仲庭，你想干什么？当着我的面打我的女儿？你看看他这副没教养的样子，惠娘好心来看他，他竟然当众抢夺惠娘的玉镯。仲庭表哥，你别怪大小姐，都是我不好。大小姐在乡下受了苦，想要好东西也是人之常情。这玉镯虽然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但只要大小姐喜欢，我脱下来给她便是。哎呦喂，这绿茶段位可以啊，3言2语就把自己塑造成了忍辱负重的白莲花。这两人在将军府的大门口当着我娘的面秀恩爱，真当是脸都不要了。好一个教导规矩！柳惠娘作为长辈，第一次见唐英，送个见面礼是应该的。怎么到了你沈仲庭这里，反倒成了唐英在欺负人？那是要见面礼吗？他分明是强抢！惠娘好心好意，他却得寸进尺。丈夫，你配吗？沈仲庭，我问你，我顾云言是不是你的妻子？你现在是要为了一个外人，当着我面打自己的亲生女儿吗？你这毒妇！若不是你把这没教养的野丫头接回来，府里怎么会鸡犬不宁？惠娘和婉云哪一个不比她懂事贴心？娘亲，唐英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就像个外人一样？爹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仇人。爹只疼婉容姐姐，现在连外人都可以随便欺负唐英。唐英看啊，爹和柳姨还有婉容姐姐，你们3个人站在一起才像是一家人呢。唐英还是回乡下好了，免得在这里惹人嫌。逆女，你胡说八道些什么？父亲，有话不能好好说。我妹妹刚回府，胆子小，您若是把她吓坏了，儿子可不答应。仲庭表哥，你千万别冲动啊！大小姐她还只是个孩子，童言无忌。你若是真打了她，姐姐岂不是要更生你的气了？你快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哟，急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愧是渣男配贱女，还挺默契。沈仲庭，你发什么疯？唐英不过是随口一句玩笑话，你就这般气急败坏？莫非是真做了什么亏心事？你胡说什么？我心虚什么？是这逆女目无尊长，我作为父亲教训她有错吗？既然心里没鬼，上纲上线做什么？
作为父亲没半分亮然，也不怕人笑话。父亲，柳姨，你们这是怎么了？不可理喻，我们走，这将军府是待不下去了。完胜，跟我斗还嫩点。不过这还不够，得想办法让娘亲跟着渣爹彻底掰了才行。家主，醉仙楼刚刚派人送来请帖。给谁的帖子？说是明陵柳如言姑娘送来，特邀您和少爷小姐们明日赴生辰宴。柳如言，那不是大哥去听过曲儿的经纪人？他与我们将军府素无来往，怎么会给我们下帖子？柳如烟，这不是大哥的那个白月光吗？我想起来了，之后有一次柳如烟会被绑架，大哥就是为了救她，跟京城的一群恶霸起了冲突，最后被埋伏的杀手生生废了又毙。这教坊司的柳如言，要真只是个卖唱的也就罢了，偏偏他是沈仲庭和萧景琰那厮的人。这帖子摆明了是鸿门宴，冲着大哥手里的北疆兵力布防和粮草速线图来的。母亲，孩儿复命回来了。程渊总算回府了，去北疆累坏了吧？这次能歇几日？军中事务暂歇，这次能多陪母亲几日。这便是母亲信里提到的刚寻回来的亲妹妹。方才刚进院子，我分明听见有人在说柳如烟、细索还有布防图，这声音似乎就是从她身上传来的。可她明明紧闭着嘴啊！莫非我连日赶路出现错觉了？唐英见过大哥，大哥穿铠甲简直帅当了。这么顶级的猛将，却被害得右手残废，实在是太憋屈了。明天的生辰宴，我说什么也得去，绝不能让那个狐狸精坑了大哥。唐英，大哥这趟回来得匆忙，没备什么女儿家的稀罕物。这是聚宝阁的贵宾对牌，你拿着去逛，看上什么首饰头面尽管拿，账全都算在大哥头上。谢谢大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发财了，发财了！有这块牌子在手，我岂不是能在京城横着走了？大哥这妥妥的霸总行为，爱了爱了！哟，大哥随便给个牌子你就乐成这样。我前几天花重金给你寻来的那匹汗血宝马，怎么没见你这么宝贝？偏心也偏得太明显了吧？没有没有，二哥送的我也喜欢。哎呦我去，二哥这飞醋吃的简直像个3岁小孩，好幼稚啊！谁吃醋了？谁3岁小孩了？我这叫长兄如父，不对，刺兄如父的关怀。是，二哥最成熟稳重了，全京城你最靠谱。哎呦喂，我的将军夫人嘞！你能来，简直让醉仙楼蓬荜生辉啊！不怕您笑话，我们家如烟天天念叨大公子，能把将府的贵客请来，简直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嬷嬷言重了，既然柳姑娘这般盛情相邀，我们将军府怎么也得凑去讨杯水酒。这真是奥斯卡级别的演技大赏。这老鸨平日里打着柳如烟的幌子，死皮赖脸的想攀上我们将军府的高枝，不就是想让柳如烟当上顾家的少夫人吗？可惜了，柳如烟的私生活可乱得很，这会儿肚子里指不定揣着谁的种呢，还想进我们将军府的门。我这宝贝闺女看人的眼光倒是毒辣得很，一个教坊司里出来的戏子，也敢妄想做我顾家的儿媳妇。我这傻大哥把柳如烟当白月光，是因为10年前吃了败仗，身无分文又淋得像只落汤乌，恰好遇上柳如烟递了把伞，顺手给了个破平安符。这么点工会他记了10年，真纯爱大冤种。哟，瞧我这眼神儿，这位想必就是刚接回府的大小姐吧？长得倒还算清秀，只可惜呀，听说是从乡下回来的，可能不太懂京城贵女圈里的规矩。恰好我们家如烟比较精通，下次让她教你些吧。哟呵，这老鸨变脸比翻书还快，跟我娘这儿装孙子，转头就来踩我这乡下丫头一脚。行啊，你先瞪跶着，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如烟人呢？今日生辰宴，她做主人的怎么连个影子都没有？如烟她突感风寒，在后花园厢房歇着呢。风寒？我看她是在跟萧景玉幽会呢，我得去抓个现行。娘亲，这大堂太吵了，女儿想去外边透透气。去吧，别走远了。世子爷，您怎的这般心急？顾承渊那个呆子早被我迷得神魂沦丧，只要我随便抹2滴眼泪，他还不乖乖把将军府的底牌和军中机密双手奉上？哦，口气倒是不小。你最好给本世子记住，你如今的风光和将来的富贵全捏在我手里。这差事若是办砸了，本世子有10000种法子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世子爷放心，如烟何时出过岔子？只不过您许诺的侧妃之位和第1名的头后，那便得看你这差事办得漂不漂亮了。若是办得本世子舒心，莫说是侧妃，
便是将来这定王府的主母之位，也未尝没有你的一席之地。世子爷莫急嘛，光天化日被人撞见怎么得了？怎么，现在开始跟我装清纯玉女了？这俩人在这儿演什么油腻霸总、强爱小娇妻的戏码呢？一个装腔作势，一个油光可教，简直能炒盘菜了。老娘瓜子都掏出来了，你们就给我看这破剧情？不行，让我来添把火。这可是本神医特调的烈火焚情散加强版，无色无味，见风即溶。今天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当众表演个放飞自我，彻底社死。嘿嘿，好戏开场了。不对，这么的劲爆场面，我独吞岂不是暴殄天物？得把娘亲和大哥、二哥要一起欣赏这白月光的绝美风姿。世子，这位苏大小姐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手段比我们暗卫营里的人都专业。去，暗中推他一把，让这把火烧得再透彻些。属下遵命。不行，这名场面光让娘和哥哥们看怎么过瘾？我得把宴会里那些宾客全忽悠过来，一起品鉴这露天春宫图。可是，拿什么当幌子才能把他们全骗出来呢？有了！哎呦，将军夫人，您瞧瞧，大小姐这都出去大半个时辰了，怎的连个人影都没见着？这醉仙楼可是大得很，她一个刚从乡下接回来的丫头，人生地不熟的，莫不是在园子里迷了路？万一冲撞了贵客，罪过可就大了。唐英年纪小，贪玩些，去院子里赏赏景也是情理之中，就不劳嬷嬷费心了。倒是如烟姑娘，自打宴席开了就没露过脸，把贵客都晾在这儿，这做派比麋鹿更让人瞧不上吧？这就是教坊司待客规矩。不好了，出大事了！后花园走水了，快救命啊！观众们注意了，年度狗血大戏马上开演，还不赶紧麻溜的排队去抢前排座位，保证让你们看了不吃亏，看了不上当。哎呀，后花园着火，我们身为宾客的也得去看看能不能帮忙。将军夫人言之有理，水火无情，咱们赶紧去看看。就是这柳姑娘生辰宴遭灾，咱们得去搭把手。娘亲真是太懂我了。对对对，大伙儿都赶紧跟上，人越多，这出戏唱的才越精彩嘛。我靠，玩这么大，我就点了一小捆干草啊，怎么把人家整个暖棚都给点了？这火势也太旺了吧！难不成是有哪位路过的活路风在暗中帮我添柴加火？世子爷，您轻着些。诸位贵客，别往前走了，不过是暖棚不当心走了会，我已经差遣小厮去扑救了。这儿烟熏火燎的，别抢着各位金贵的千金之躯，咱们还是赶紧回千金听曲儿吧。我大哥也太惨了吧！心心念念的白月光竟然是这种货色。没事的，大哥，天涯何处无芳草，妹妹明儿就去给你物色又清清白白白当飒飒飒。你们在干什么？造孽呀！你们在干什么？刘如烟，你这个下贱的！哟呵，这春梦醒得倒及时。瞧瞧这身上的红印子，萧景琰这老小子看着人模狗样，原来私底下玩的这么花，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萧公子，如烟是教坊司花魁，你竟敢在大庭广众糟蹋她，你这简直是禽兽不如的行径！老鸨，你们教坊司调教的好啊，为了爬上本公子的床，竟敢暗中下药，好大的胆子！没有依据的话可不能乱说，我还没找定王府讨个说法，你倒先反咬一口了！明明是你仗势欺人，强迫了如烟。强迫？你自己去问问他，到底是谁先勾引谁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什么主，想借机讹定王府，做梦！无耻，大伙儿都看着呢。大公子，你今天若不给个交代，老娘明日就把这臭事捅到御上去！对对对，吵得越凶越好，狗咬狗戏码我最爱看。柳如烟这回算是把底裤都赔穿了，看他以后拿什么脸混。大哥肯定很难过吧？曾经喜欢的白月光变成发臭的淤泥，不过长痛不如短痛，现在看清了，总比以后被他害死强。真是丢人现眼，竟然在自己的生辰宴上干出这种丑事，简直是不知羞耻，脏了大家的眼。可不是嘛，亏我还觉得他清纯呢，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这萧公子太没担当，简直是世家子弟里的败类，定王府的脸都被他丢尽了。萧公子，事已至此，
你必须当众给如烟一个交代！哟，萧公子，您和柳姑娘光天化日幽会，是打算八抬大轿把她娶进定王府做姨娘了吗？刚才教坊妈妈说您下药强迫人家，这等安杂事儿，您不给个说法？诸位误会了，我与如烟本就是两情相悦，刚才只是有点小摩擦，我会对她负责的。柳姑娘平日总端着卖艺不卖身的架子，怎么今日贞节牌坊说塌就塌了？艾玛总算能收工回家了。今天这场大戏从头到尾都精彩，就是可惜了大哥，还没正式恋爱就先失恋。唉，今日让世子爷看笑话了，千错万错都是我教坊司管教无方。嬷嬷这说的是哪里话？今天这场戏，本世子可是看得津津有味，满心欢喜呢。哎呦，我的老天爷，没法过！唐音，在外头折腾半日累了吧？先回房歇着，饿了便打发丫头去小厨房传话。知道了，娘亲，你也早些休息。程渊、程潇，随我来。你们俩是不是也能听见唐音心里的那些话？回母亲，儿子去接妹妹回府那日便听到了。我也是，在唐音踏进府门那一刻便听见了。我是今天在府中听他心里说柳如烟的事。咱们偌大一个将军府的身家性命，绝不能全压在唐音身上。他才刚回家，没想过一篇幅，怎能让他独自去面对那些吃人的诡计？这事儿我们必须守死，不能让他知道我们能听到。从今往后，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那些魑魅魍魉一个个揪出来，重振将军府。今儿老天开眼，神清气爽，柳如烟和萧景琰栽了，看他们以后拿什么脸蹦跶。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大哥的手，简直完美。姐姐，今儿个时辰还早呢，我听说城外护国寺的桃花开得正艳，姐姐回府这么些日，还未曾好好逛过吧？不如妹妹做东，陪姐姐去寺里赏花散心可好？哟呵，黄鼠狼给鸡拜年，准没安好心，又憋着什么坏水呢？不去。昨日的事情太吓人，我这段时间都不想出门了。妹妹呀，听姐姐一句劝，女孩子在外面要学会保护自己，说不好哪天就被人陷害。是挺害人的。那姐姐若是不想动弹，妹妹就留在院子里陪姐姐解闷儿可好？省得姐姐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还不死心啊？行，既然你非要往枪口上撞，姑奶奶今天就陪你好好玩玩。行吧，你随意。把这些花分好，给娘亲、大哥和二哥的院子里送去。奴婢遵命。哎呀，我的好姐姐，你这是干什么？这些花草可都是母亲特意为你寻来的，你就这么毁了？若是母亲知道你这般不爱惜，指不定要多伤心呢。哦，我打算把这里腾出来，种点别的。想当年姑奶奶在现代，好歹也是个中医世家传人，这古代的药铺鱼龙混杂，总去抓药，万一被盯上就不好了。种别的，姐姐，我知道你自幼在乡下长大，难免沾染了些农家习气，可这毕竟是将门府邸，你却在这院子里刨土种地。来了来了，这茶香四溢的千年老瓷醋味，简直比馊水还要上头。这要是传到外人耳朵里，不仅损了你的名声，怕是连我们将军府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果然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土包子，净做这些体力活，真是丢人现眼。妹妹，你今天不是说要来陪我吗？是啊，我就知道妹妹最是体贴了。你瞧瞧，这儿要翻的地可不少，一个人怕是得干到天黑。你来都来了，光站着多没意思，不如就帮我一起吧。姐姐，你这是做什么？我自幼体弱多病，怎么能干这种粗使吓人的活计呢？姐姐若是嫌我碍眼，直说便是，何苦这般变着法儿的折辱我？这个该死的泼妇，竟然让我碰这种低贱的东西！顾婉容，你是不是脑子进水还没清醒过来？这将军府正儿八经的主是我，而你只不过是个领养来的假嫡女，一个寄人篱下的外人罢。你说，我要是把你今天这番话告诉娘，他们会怎么想？你血口喷人，我才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娘说了，等把将军府库房的钥匙弄到手，爹爹就会一脚踹了顾云月那个黄脸婆。到时候，整个将军府都是我的天下。你才是什么？没什么，
我突然记起柳毅找我有急事，先走一步。还想跟我斗？老娘在现代当鉴表达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唐嫣，你这手怎么磨得这般粗糙了？这几日你都在院子里忙些什么呢？没事儿，就是前几天弄了些稀有的花种，想着种在院子里，日后开了花给娘亲赏玩。这种活儿交给底下的丫鬟去干就是了。娘亲放心，我有分寸的。我听管家说，这阵子顾婉人总往你那院子跑，他没给你使什么绊子吧？娘亲别担心，他翻不出什么浪花来。婉容妹妹说我院子里的花草长得稀奇，想来讨教讨教。我想着咱们姐妹俩难得这般亲近，便随她去了。顾婉容那个白莲花，整天无事献殷勤，她天天往我这儿钻，眼神滴溜溜的乱吵，一看肚子里就憋着什么坏水呢。既然你心里有数，娘也就不多嘴了。正好今日府里没什么杂事，娘带你去东市的聚宝阁好好逛逛，散散心。好耶！我正好也想去给娘和哥哥们挑几件礼物呢。母亲，姐姐，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带唐嫣去街上转转。哎呦，姐姐穿这身衣裳是不是也太素净了些？要不妹妹把我那件新裁的云锦白水裙借给姐姐穿穿。多谢妹妹好意，不过逛街嘛，舒服最要紧。穿你那件花里胡哨的云锦裙，就你那暴发户一样的审美，除了把金线银线往身上堆，有个屁的内涵。既然如此，那妹妹就不讨人嫌了，祝母亲和姐姐逛得尽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顾婉容居然没一哭二闹三上头的，非要跟着去。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事今天绝对有别的阴谋。这种花钱如流水的神仙日子简直爽翻天了。反正将军府的银子不花，最后也是被那个极品渣爹偷偷拿去养小三，还不如我先帮娘亲疯狂扫货，把该买的都买了，好歹还能变成足定资产。我的钱袋！小贼站住！敢抢姑奶奶的钱，你活腻歪了！大意了，光顾着防备顾婉行在府里搞小贱，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原剧情里那个小三柳慧苗花钱雇了个流氓，抢了我的钱袋，想污蔑我在乡下早就跟地痞流氓私定终身。安莹，去处理。是。咦，这贼怎么自个儿平地摔了？难不成是老天爷看不过眼，现实报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哼，跟我玩仙人跳这套，还好我有准备。这出戏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演下去。小妹，你没磕着碰着吧？以后出门我给你多配几个暗卫。大哥二哥别紧张，我连根头发丝都没掉，钱袋也追回来了，放心吧。今日的事算是有惊无险。不过说起来，下个月初定王府要举办一场盛大的万宝盛会，定老王爷点名要我们将军府出席。万宝盛会我也要去吗？你如今是将军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女，这种场合必须露面。为了不失了礼具，我特意从宫里请了一位最严苛的教养嬷嬷。还要学规矩，娘你饶了我吧！我现在宁愿出门再去抓10个贼。这是规矩，你给我老老实实忍上几天。天老爷，那种连走路迈多大步、喝茶露几颗牙都有规范的高级礼仪，这哪里是什么贵女速成班，这分明就是满清10大酷刑。嬷嬷，我不行了，我真的要绝过去了，我的脚趾头已经没知觉了。大小姐，背要挺直，下颌微收。您这是要去赴皇家的万宝盛会，不是在乡下的田埂上赶鸭子。杀了我吧！这老妖婆决定是沈仲庭那个渣爹派来折磨我的杀手。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我要自由，我要去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学了这么多天狗屁规矩，我这把骨头都快散旧，还捏乐子松快松散。夫人，大小姐不见了，奴婢在她桌上发现了这张纸。这皮猴子随他去吧，这阵子确实把他憋得够呛，找几个人暗中跟着护他周全。属下遵命。嘿嘿，总算溜出来了。听说这承欢楼是萧景琰那毒洗黑钱的秘密据点，
偷拍花魁芙蓉更是他。这位小公子瞧着眼生得很呐，可是头一回来咱们承欢楼寻开心。少废话，把你们这儿最水灵的姑娘全都给本公子叫出来，本公子今晚要好好开开眼界。好嘞，小公子您里边请。世子，苏大小姐去了承欢楼，她是女扮男装，一个人去的。你立刻带上几个人，看着她，别让她出事。属下领命。慢着，备马，本世子亲自去一趟。属下这就去备马。小公子，您可真是个妙人儿，比那些粗汉子懂得疼人多了。那是自然。听说你们这儿有位叫芙蓉的头牌。小公子来的不巧，芙蓉姐姐早就被一位大贵人给包下了，如今都不见客了。好姐姐是吃哪门子醋？本公子不过是随口打听打听。外面传的神乎其神，说萧景砚被这个芙蓉迷连魂儿都没了。谁能料到这芙蓉不过是他推出来的一个挡箭牌？他来这承欢楼根本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利用这窑子洗黑钱。更要命的是，这还是萧景砚和那些贪官污吏秘密结党的黑窝点，就等着有朝一日篡权夺位呢。萧景砚的狼子野心我早有察觉，但她一个刚从乡下来的小姐，为何会对这些了如指掌？戏演的差不多了，该干正事了。好啊！你个小畜生，怎么不跑了？老天爷，这难道是萧焕之那个失散10年的亲弟弟萧怀杰？原来他这些年一直被萧景砚囚禁在这里当牛做马。我记得原著里，萧景砚后来就是拿他当筹码，死死捏住萧焕之的软肋。等萧焕之倒台后，萧怀瑾也会被残忍灭口，直接被沉了惠庭河。萧怀瑾啊，萧怀瑾，你可是能通鸟兽，未来信息网最广的情报头子。只要姑奶奶今晚把你从这儿捞出去，你就能帮萧焕之解决掉萧景砚。到时候萧焕之欠了我们将军府这么大个人情，咱们再顺理成章的借他的手除掉那个极品渣爹。为了我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今晚拼了！谁在说话？下手这么狠毒，真是一群畜生！别怕，姐姐带你走。亲娘嘞，这小破孩看着瘦的只剩一把骨头，怎么死沉死沉的？姑奶奶这把老腰都要报废了。怀七弟弟，你可得给姐撑住，千万别半路验了性啊！出手果决，毫不拖泥带水。为了救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他竟敢单枪匹马在萧景砚的地盘上动，这丫头的胆识，当真让人刮目相看。安影，去查清那个少年的底细。属下遵命。总算是把这棵摇钱树，不对，是可怜的未来大佬平安捞回来。不行，这烧的也太邪乎了，我手头的草药药效不够猛，根本压不住这炎症，必须得去娘亲那里开司库拿点续命药材才行。苏唐英，你怂什么？现在回去顶多被老娘家法伺候再骂上2句，救人如救火。娘，我回来了。娘亲，大哥、二哥，你们怎么都在这儿聚着呢？这大半夜的不睡觉，搁这开什么家族秘密会议呢？全员修仙啊！唐英啊，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在外面有没有受委屈？没，我就是那个，我刚才在外面顺手捞了个人回来，能不能让他先在府里住下？这可是萧环之失散多年的亲弟弟萧怀瑾啊，这分量绝对是核弹级别的。定王府弟弟，妹妹出去溜达一圈，直接把人家定王府的命根子给拐回来了。那唐英打算怎么安置他？我想先把他留在院子里养伤，那孩子遭了太多折磨，实在是可怜，必须得死死攥在手里啊！现在他受尽折磨，咱将军府雪中送炭，那就是比天还大的救命之恩。以后萧元之要是想找将军府的麻烦，问他这宝贝弟弟答不答应？行，那就先在府里养着吧。太好了，谢谢娘亲。那孩子还发着高烧呢，我得赶紧去药房拿点好药回去盯着。这丫头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这么风风火火。王府这事儿暂且搁置，眼下咱们必须先将府里的毒瘤清理干净。千妹现在添点丑事，怕是瞒不住她了。瞒不住又何妨？庞英骨子里流着我顾家的血，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金丝雀。这丫头胆识过人，承受得住。娘，我手下有暗线来报，沈仲庭昨晚悄悄去见了萧景琰，把咱们军中下一季的盐铁调配路线图作价3万两白银。区仲庭还真是见得可以。他在外头的地下赌屋欠了巨债，利滚利，已经不是个小数目。我倒要好好看看，这次他沈仲川是打算变卖家家的填窟窿，还是舔着那张老脸来求我要钱？娘，儿子觉得他应该不会放弃你这里的。是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来。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肚子饿了吗？我给你端了点吃的。造孽啊！这孩子以前到底是过了什么苦日子，才吓成这样？这是什么声音？是我病得太重出现了错觉？为什么我能听到他说话？他竟然在心疼我。你身上带着伤，不吃饱肚子哪有力气长肉啊？来，快尝尝，这可是我吩咐厨房专门为你熬的药膳。这小模样可真是祸国殃民，就是太瘦了，下巴尖的简直能当锥子使。他竟说要养我，还夸我好看。不过没关系，以后跟着姐姐混，保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水水润润的。那你自己端着喝，当心烫着啊！我去，反应这么激烈，难不成那帮畜生还用过勺子打他？还是说根本不给他饭吃？那群王八蛋简直该被千刀万剐！夫人啊，我的好夫人，这次你无论如何得救救为父啊！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这渣爹怎么搞得跟老乞丐似的？这副惨样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不行，我得再贴近点，这种年度狗血大戏错过1秒都是我的损失。沈老爷这又是唱哪出戏？夫人呐，为父在外头做生意被人坑了，欠了地下赌坊5万两白银了，你能不能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拨点银子给为父救救急啊？这段对付苏唐英也不见效，现在沈安又欠了一屁股烂债，真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夫君这话说的好生没理，我的嫁妆铺子和庄子不早被你们妇女搬空了，我现在连买簪子的钱都凑不出，哪还有5万两给你？云兰，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那帮放银子钱的可发了狠话，明天要再见不着银子就剁了我的手。没钱，你就是想见死不救？你我结发20余载，你当真这般绝情吗？5万两白银我确实拿不出，不过5000两倒是有，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虽说就5000两，但只要他肯松口给钱，我沈仲庭有的是手段，逼他把剩下的嫁妆全给吐出来。我要与你和离。什么？我操！我娘居然主动提和离了，原著剧情里可没这出啊！不过离得好，离得妙，这种吃软饭还倒打一耙的绝世渣男早该扫地出门了。听清楚了，我不光要和离，还要你沈仲庭净身出户，滚出将军府。你做梦！我死都不和离！别忘了，我手里捏着咱们将军府这10年来见不得光的税银密账，你要是敢把捅到御史台去，你这个当家主母也得跟着掉脑袋。哟呵，老狗急跳墙了，还拿税银密账威胁人呢。你那本破账册，哼，早被我二哥给一把火烧了。你现在手里能拿得出来的把柄，也就只有你给柳慧娘那个老绿糙买度的账单吧。税银密账，你大可以去御史部同意和离。你那个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的宝贝私生子安，万一年这姐姐担了什么手脚，你这当爹的不心疼吗？哦，对了，还有你那养在外面见不得光的晴儿以及私生女顾婉容，他们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上位啊？一个只能像老鼠一样躲在暗处，一个只能一辈子顶着养你的名头。沈老爷，你这心肝宝贝们过得可真是太惨。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疯话？我哪里来的什么私生子？柳慧娘跟我清清白白，能有什么关系？婉容又是怎么回事？我看你简直是得了失心疯了。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清楚。退一万步讲，单凭你勾结外人出卖军中机密，私自挪用将军府的公款填补赌债这2条罪状，就足够把你送进大狱了。少危言耸听！你一个整天只知道绣花管账的妇道人家，上哪去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污蔑我？3万两白银卖我将军府下一季的盐铁调配路线。沈老爷，这买卖做得真划算。云兰，这肯定是有人故意模仿我的笔记，想陷害为夫啊！什么军中机密？我那是为了将军府的未来，在跟萧景琰商谈生意合作。生意合作？沈仲庭，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莫非真的以为我顾云兰手里攥着的底牌就只有这几封信吗？这个奴妇，看来她以前那温良的贤妻模样全是装出来的，她怎么敢这般对付我？行了，废话少说，这和离书你究竟签还是不签？你总得容为夫考虑考虑。好，我给你3天，
3天一过，你若是还不肯画押，咱们就顺天府大堂上见。顾云兰，你我20多年的夫妻情分，你当真要如此赶尽杀绝吗？我很毒，沈仲恩，我曾天真的以为嫁给你份手己便能一生顺遂。这么多年下来，我甚至自己都快忘了我顾云安当年在战场上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的一再退让到底换来了什么？换来的是你跟柳慧娘暗通相许，换来的是你们偷换了我的女儿，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帮你们养孽种。到底是谁狠毒？是谁丧尽天良？竟然你不死心，那我们就来谈谈成婚前的那桩丑事。当年若不是我被下迷药，就凭你这副德行，也配睡在我的身侧。究竟是谁给我下的药？沈仲庭，你敢说你不知道吗？他是怎么知道的？下药的手段明明做得天衣无缝，当年所有的知情人早就被我灭了才对。云兰，云兰，你在说什么？什么下药？当年洞房花烛夜，分明是你吃醉了酒，主动拉着我不放的啊！你不承认和离书，你是签也得签。记住，你只有3天，还出在这里做什么？给我滚出去！顾中云，你这个毒妇，你迟早会后悔的。娘亲，您什么时候开始怀疑那个老渣男的？刚才在门外蹲了半天，我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打断了娘亲的发挥。不过娘亲到底是怎么查到他的底细的？原著剧情里，娘亲可是到死都被蒙在鼓里。难道是我说梦话漏了底？唐嫣啊，我在这京城名利打这么年，想查个底细还不简单？沈仲庭这些年虽然尾巴藏的是深，一定会蛛丝马迹。娘亲威武，那您都查到什么了？前排兜售瓜子、花生、矿泉水，快给我爆料，想听想听。目前只查实了柳慧娘和顾婉云的身份，还有沈安那个私生子。至于下药的副表情，我就知道绝对是他，不过已经不重要了。只要和离书一签，把他赶出将军府，以后我有的是时间把他们一家子剥皮抽筋。对，娘亲，查不到也没关系的，咱们将军府就能过好日子了。傅大爹跟萧景燕暗中倒卖炎炎伯乐的事儿，娘娘还没查，不过经娘娘这一逼，渣爹必会狗急跳墙，我得提前防备。好啦，准备下个月的万宝盛会。遵命，吴老师待在府里跟萧怀清培养感情，一定要牢牢抱紧未来大好的大腿。夫人，大小姐，不好了，府外出天大的乱子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到底出什么事了？大门口突然冲过来一个泼皮，指名道姓的要找大小姐。他当着满街百姓的面说自己是大小姐在乡下时的未婚之婿。世子，将军府那边出乱子了，有个地痞堵在将军府门口，当街辱骂苏大小姐的名节。为毛？唐嫣啊，你这个嫌贫爱富的没良心啊！当初在乡下你发过毒誓非我不嫁，连天生玉佩都给我了，现在飞上枝头变凤凰，就想把穷相公一踹了吗？这位小哥，口说无凭啊！你口口声声说与苏家大小姐有婚约，真凭实据，老子手里这块玉佩就是铁证，这可是唐嫣亲手塞到我怀里的。我们俩在乡下连孩子都有过，只是后来不小心滑了胎。将军府太狠毒了，为了让她嫁入高门大户，竟派人逼她跟我断绝关系啊！高门大户里的水可真够脏的，可不是吗？那苏大小姐看着挺水灵的，没想到在乡下竟如此水性杨花。你是何人？竟敢在将军府门前如此大声喧哗，胡言乱语！岳丈大人，我是赵赖子，我是唐嫣未过门的相公啊！你老人家可一定要替小婿做主啊！诸位乡亲父老，大家静一静。倘若此事仲庭属实，身为唐嫣的生父，绝对不会坐视不理。我呸！沈仲庭，你个老王八蛋！为了给你的宝贝私生女腾位置，你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巴不得我立刻身败名裂似的。你是我女儿的未婚之婿。没错，将军夫人，您总不能因为将军府有权有势，就随便践踏我们这些乡下穷苦人的真心吧？瞧不起乡仆从，哼！我顾云阳这辈子在死人堆里爬进飞出，最瞧不起的就是像你这种满嘴谎话、想走捷径的无赖。云兰，当着这么多百姓的面，你莫要冲动行事，万一唐嫣在乡下真的……你给我把嘴闭严实了！这里是将军府，没你这赘婿说话的份儿。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手握铁证吗？好，那咱们今天就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好好对质一下。小的句句属实，不信您问苏小姐。我发誓，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这块贴身玉佩就是铁证。大家伙评评理，除了唐嫣自己，还有谁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随随便便送给我一个穷瓜蛋？哎呦喂，我真是服了那些反派了！就算要雇个群言来坏我清白，好歹也挑个稍微能看过眼儿的吧。就这时间嘴猴腮长得跟个成了心的土豆似的模样，也配当我的未婚夫？
这癞蛤蟆长成这样，跟萧环之那张绝世帅脸比起来，简直就是对我眼睛的惨烈霸凌。你当真要在全京城百姓面前咬死与我女儿的这桩婚约？我对唐英可是情比金坚，此生非她不娶。够了，满嘴谎言！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唐英在乡下与你私定终身，甚至连孩子都怀过，那好，我问你，唐英身上最隐秘的那处胎记究竟长在什么位置？在后腰上有一块指甲盖那么大的红胎记。后腰？那可真是不巧。这份是唐英回府时，我特意请宫里的老嬷嬷亲自验身出具的文书。我女儿全身上下光洁得很，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胎记。这玉佩就是证据，除了她，谁会给我这个？你还是睁大你的狗眼，仔细看看你手里的玉佩。你是哪冒出来的黄毛丫头？我这玉佩怎么了？你连本小姐都不认识，就敢跑到将军府大门口来撒泼打滚，说要娶我？沈仲庭和柳慧娘这是从哪个天桥底下淘来的极品奇葩？就这种智商堪忧的蠢货，还妄想来毁姑奶奶的名声？我当然知道，你就是苏唐英大小姐。我刚才只是一时被太阳晃了眼，没认出来罢了。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这块贴身玉佩从回府第一天起就死死系在腰上，连睡觉都没摘下来。你手里那只哪儿来的？这肯定是一对的，对，是一对。赵辣子，既然你一口咬定这是我给你的定情信谱，那你一定还没来得及仔细瞧过这玉佩的内侧吧？怎么会刻这个字？大声点，让在场的所有乡亲父母都听清楚。刻着一个荣字。那你知道，在这将军府里究竟是谁的名字里带了个荣字吗？就是荣。唐英啊，这肯定是你私下里用的小字乳名吧？这么私密的闺名，除了我这个未过门的相公，这世上还有谁能知道？乳名？亏他那颗被猪油蒙了的脑子能想得出这种绝世烂借口。看来你这趟上门演戏之前，雇你的人没给你把功课做头啊。我的乳名叫阿音，不叫乳。你连我顾家后宅的底细都没摸清楚，就敢跑到这大门口来撒野求娶！我今天就大发的告诉你，我将军除了我苏唐英这个名正言顺的真嫡女之外，还有一位从小养在深闺里的假嫡女，她的名字就叫顾婉容。所以真正在乡下与你私定终身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她，顾婉容。小哥，你口中那心心念念的容儿，难不成真的是那位假嫡女顾婉容？苏唐英，你这个孽障，少在这里信口雌黄！婉容一向安分守己，怎可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龌龊事儿？来喽来喽，正主急眼了。您可不能因为婉容妹妹是您跟柳慧娘生下来的私生女，就这般毫无底线的偏袒她吧。婉容妹妹既然连定情信物都给这赵赖子了，您这当爹的怎么还能横加阻拦呢？你放屁！什么私生女？信不信老子撕烂你这张嘴？仔细算算，柳姨娘跟了您这么多年，既没被八抬大轿接进府里，也没在外头给她置办个正经宅院。这么算起来，婉容妹妹确实算不上什么正经的私生女。这种无名无分养在外面的，应该叫野种。孽障！老子今天一定要打死你！沈仲庭，你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你这个蠢货，给老子想清楚了再开口！你今天上门要娶的到底是谁？我的亲娘四舅奶奶，这贵圈的水也太深了。不过听这意思，不管是苏唐英还是那个叫什么顾婉容的，只要是将军府里的小姐，我只要能死死咬住一个娶回家，以后还愁没有吃香喝辣的好日子过吗？对，就这么办，绝不能空手而归。岳丈大人息怒啊！息怒！
这全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是我这猪脑子记错了。我想娶的一直是婉容小姐呀。我对婉明小姐那可是天地可见的真心。我们乡下人没啥值钱的玩意儿，就喜欢给新街上的人写酸诗传情，所以我给婉明小姐写过好几十封情书呢。既然你都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为了还我女儿唐音一个清白，也为了挽回婉容的名誉，我现在就派人去婉容的房里搜查一遍，你应该没意见吧？顾云鸾，你敢！婉容是个未出阁的清白姑娘，你派人搜查她的闺房。婉容的名节如今已经受损，我身为将军府的当家主母，绝不能让这百年清誉蒙羞。今儿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管家，立刻去京兆府请2名官差过来，再把咱们坊间的李婆子、张婆子都叫上。是，夫人。给我把顾婉玲的屋子从里到外的搜一遍，尤其是给我仔仔细细的找，看看有没有男人写给她的情书。搜出来的所有东西，统统给我拿到这大门口来，大声念出来。韦夫人，里头全是信，我那心肝肉婉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落款你最爱的赵郎。我的老天爷啊！夫人，这是一份回春堂郎中开的洗毛案，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顾婉容已有2个月的身孕，需开安胎药保胎。我的个乖乖，竟然连身孕都有了，这顾婉玲可真是不知羞。沈老爷，您宝贝女儿都怀了这泼皮的野种了，您打算怎么收场啊？这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婉容她怎么可能？这可是姑奶奶花了100两雪花银从黑屋里高价讨来的极品假卖案，不仅纸张做就做的天衣无缝，就连私章都盖得清清楚楚。这个臭不要脸的泼皮无赖怎么还没被打死？府里的护卫都跳进死泉了！假的，都是假的！快给我撕了它！我根本就没有怀孕，是苏唐英那个贱人为了陷害我，故意伪造的。伪造？这可是京兆府的官差和坊间的婆子们当众从你闺房的枕头底下搜出来的。这不是真的，我没有，你相信我，我真的还是清白之身啊！这全都是他们的阴谋。婉容啊，事已至此，你就别再瞒着岳丈大人了。岳丈大人，虽说我赵辣子现在家徒四壁，但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对婉容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到底的。该死！如果今天不能把这桩丑事压下去，我沈仲言今后还怎么在京城抬起头来，还怎么在将军府立足？哇塞！我简直要爱死这个赵赖子了！就冲他这死皮赖脸能把渣爹活活气死的节奏，我必须给他点个大大的赞！既然证据确凿，连孩子都有了，我沈仲庭绝不做那背信弃义、棒打鸳鸯的恶人！我不嫁！我不嫁！给老子闭嘴！既然连野种都怀上了，你就给我滚去赵家！赵赖子，你必须立刻把他抬进你赵家的大门！多谢岳丈大人成全，多谢岳丈大人！小婿一定立刻带他回去，好好安胎。既然沈老爷都发话了，就赶紧找个吉日签婚书吧。这人，你现在就可以领走了。娘，您简直太神了！真没想到，这么3下5除2就把顾婉玲那个大麻烦给彻底解决了。我还以为要费好一番功夫呢。总算是把这个满肚子坏水的绿茶给打包嫁出去了，以后将军府的空气都要清新不少。不过嫁给赵赖子那种泼皮，他那生不如死的好日子可还在后头呢。你以为这就算完事儿了？唐英啊，好戏还在后头呢。哦，娘亲，此话怎讲？我早就派人去京兆府查过这泼皮的底细了。赵赖子在城郊的乡下，其实早已经明媒正娶过一房正妻。那女人可是个10里8乡出了名的悍妇，她居然有正妻了！
不仅有个妻子，顾婉容想进他赵家的大门，最多也只能被一顶小粉轿子抬去当个妾。那个悍妇若是知道，绝对能活活撕下他一层皮来。沈仲庭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只会亲手把顾婉宁彻底推向那个火坑。娘，您这招借刀杀人简直是深谋远虑啊！这么说来，就算沈仲庭硬着头皮答应了这门亲事，顾婉宁以后的日子也绝对有苦头吃。果然是姜还是老的辣，我娘这战斗力简直是爆表。好了，那些恶心人的烦心事都翻篇了。明日的万宝盛会，你今日回去再好生准备。等等，万宝盛会，我想起来了，在原著剧情里，萧景琰就是在万宝盛会上秘密联手北狄富商，想做空定王府，而萧恒之为了护住定王府，被萧景琰买通的杀手暗算，重伤垂死。老王爷听到消息后，当场急怒攻心，差点身亡。我有急事儿，不陪您聊了，我先走了。娘，我真的有急事儿，我晚点自己雇轿子回府。行吧，千万注意安全。暗卫听令，立刻派几个身手最好的去定王府方向盯着，务必死死护住大小姐的安全。这墙是认真的吗？修得跟铜墙铁壁似的。我当初就该去报个攀岩班。世子，发现一名不明身份的潜入者正在后山围墙处试图翻墙，是否立即令暗卫执行抓捕？不必。可是世子，万一是萧景琰派来的刺客？撤下后山所有的暗卫，再给他暗中递一把梯子过去。本世子倒要亲眼看看，这位苏大小姐费尽心机翻进我的别邸，到底是想来偷东西，还是想来偷人？左拐不对，这是一座假山。右拐怎么又是个花屋？萧寒真，你有钱烧得慌吗？在自己家里修八卦阵啊！原著里写他住在主院，可这黑灯瞎火的，主院到底在哪儿啊？那是那汤泉池，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定王府别印，一个人都没有。今晚的暗卫难不成集体去喝花酒了？哎呀，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找到萧焕之要紧。要是他明天真被毒死了，姑奶奶这趟墙岂不是白翻了？救命啊！有蛇怪索命啊！救命！我不会有苏大小姐，半夜三更擅闯本世子的别院，就是为了来我这汤泉里表演个猛虎落水？萧焕之，你怎么没穿衣服？我的王母娘娘观世音菩萨，这是什么让人鼻血狂喷的神仙绝版画面，极致的尸身诱惑，这完美的人鱼线，这块块分明的腹肌，这趟翻墙简直值回票价了。我还想问你，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我的别院？就那么走进来的呗。世子爷，您家这围墙也该修高点了，一点挑战性都没有。不行了不行了，这距离也太近了吧！这扑面而来的荷尔蒙，这窄腰，这肩膀，这线条，顶不住，根本顶不住啊！不行不行，你给我清醒一点！你今晚是来当救世主的，不是来缠人家身子的。还不出来？还是说大小姐打算这池子里泡上一整夜？出，这就出来！萧焕之，我今晚可不是来消遣你的，我冒着风险翻墙进来，是想跟你做一笔天大的交易。交易？苏大小姐，你现在这副滴着水的模样，实在不像是一个能跟我坐下来谈筹码的人。模样惨点怎么了？重要的是我手里捏着的消息。萧焕之，你个自大狂！等一会儿你听到胡姬纳然那个毒妇的阴谋，看你还能不能维持住这副冰山脸。这笔交易关乎你的身家性命，也关乎整个定王府的百年基业。世子爷有没有胆量听我一言？给你半炷香的时间。如果你的消息不能买你这条命，本世子会亲自把你顺着那道围墙扔出去。交易，苏唐英，你想跟本世子谈交易，至少得拿出对等的筹码。
现在的你，除了这一身湿哒哒的泥水，还有什么资本？世子爷，筹码不在我身上，而在我脑子里。如果我说明日的万宝盛会，定王府会面临灭顶之灾，这个筹码够不够分量？这世上敢在定王府面前危言晃听的人很多，苏大脚凭什么觉得本世子会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就凭北狄那个女富商胡姬那刃，你真以为她拿出来就要卖的城西地块是跟定王府合作的诚意吗？那根本就是萧剑和他下的吞金陷阱。那城西地块实则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他们就早就伪造了地契文书，只要定王府一入套，数百万两白银就被瞬间卷走，定王府的钱庄会直接面临挤兑破产。你是如何得知城西地块的内幕？这可只是定王府最高级别的机密。我还知道，明日盛会的庆功宴上，胡姬那人会亲自向你敬一杯酒。那杯酒里可不是什么穿肠毒药，而是足以让你四肢瘫痪，在床榻上躺半年的奇毒。震惊了吧？傻眼了吧？定王府的大世子，你以为你那个庶兄萧景琰只是想抢你的世子之位？人家那是想要将你碎尸万段啊！苏唐嫣，与其在这里瞎操心本世子的命，你不如先操心一下你这副豆芽菜般的身段。穿着这副模样，半夜三更夜闯男子的别店，你觉得你这是在救命，还是在自荐枕席？只可惜，本世子对还没长开的豆芽菜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致。萧寒之，你个瞎了眼的臭流氓，你往哪儿看呢？气死老娘了！我要掐死这个毒蛇的大冰山！我哪里像豆芽菜了？我这叫不盈一握的骨感美，叫清纯少女感，懂不懂啊？你这个老古董！气死了！气死了！我冒着掉脑袋的铁翻墙过来救他，他居然敢当面嘲笑本小姐的身材！他那双眼睛是不是用来喘气的？萧桓之，你给姑奶奶把嘴闭上！本小姐的身材好得很。像你这种毫无眼光、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瞎子，活该打一辈子光棍。好，算我苏冰英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就抱着你的腹肌自生自灭吧。等明天你在宴席上被胡姬那人要翻在床榻上的时候，就算跪下来磕头求我，姑奶奶绝不会多看你一眼。你发什么疯？要是让你这副样子冻死在我的别体里，你娘明天就能提着长枪把定王府大门劈了。还有，本世子还没弱到需要一个翻墙都能迷路的笨蛋来救命的地步。你全身上下就剩这张嘴最硬了。反正救命的话我已经带到了，明天那杯毒酒你爱喝不喝？萧皇之，胡姬那人不是单枪匹马来的，他背后是整个北狄商队，你千万要小心。世子，苏大小姐已由暗卫护送，安全返回了将军府。胡姬那人那边可查出端倪了？确如苏大小姐所言，我们截获了胡姬那人在关外的银票往来，全都汇入了萧景琰名下的地下钱庄，而且城西地块的官府勘文书是伪造的，那片地根本无法开垦。萧景琰，真不枉费我叫你一声好大哥，为了将我拉下世子之位，连这种下作招数都用出来了。世子，属下想不通，苏大小姐是如何得知这些连定王府都没能截获的绝密消息的？她是个无法用常理揣度的意外。传令下去，明日盛会原定部署全部取消，直接启用备用方案。既然他们想给我下套，那本世子也亲自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苏唐英，如果你今晚的消息全部属实，那本世子欠你的可就不只是一条命这么简单了。娘，我回来了。唐嫣，怎么穿成这样回来了？娘，我没事儿，就是刚才在外面狡猾跌进了人家院子的荷花池里，把衣服弄湿了。娘亲啊，打死我也不能告诉你，我大半夜翻墙跑去偷看帝王世子洗澡，还被人家拽进了汤泉里啊！这要是说出来，你女儿我一世的英名就全毁了。你这丫头一天到晚风风火火的，总不让人省心。张嬷嬷，快去厨房熬一碗姜汤端过来，多放些红糖驱寒。老奴这就去。唐嫣，赶紧去泡个热水澡，别落下病根。有什么话等寒气去了咱们慢慢说。谢谢娘亲，娘亲最好了。来，趁热把姜汤喝了。娘，您跟那个渣爹和离的事情怎么样了？沈仲平那个无赖这几日一直在死缠烂打推诿，眼下最紧要的是明日的万宝盛会，和离的事只能等他结束再说。老王蛋，拖着不肯签和离书，八成是还惦记着将军在军中的肥差，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唐嫣，明日的万宝盛会轻拍环节，娘会把将军府所有的调配权和决策权全部交给你。你想做什么，尽管放开手脚去做，咱们将军府永远是你的后盾。你怎么能这么好？沈仲庭、萧景城还有胡姬大人，老奶奶要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偷鸡不成蚀把米，让你们把底裤都赔个底朝天。城西地块的消息我已经派人放给萧恒之了，
那块诱饵我已经找造假高手伪造了全套官府勘探文书和风水宝地图，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那是个一本万利的聚宝盆。只要他明日在竞拍文书上画了押，定王府数百万两的资金就会被彻底套死在那片废石头上。别忘了，还有他在庆功宴上喝下那杯敬酒，定王世子的宝座就是囊中之物了。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虽说我已经提醒过萧焕之了，但我心里还是不安定。胡姬那人可不是省油的灯，万一还留了后招怎么办？而且城西地块是陷阱这事儿，光靠我空口白牙的说根本没用啊，得找到证据才行。姐姐，你是在为明日的万宝盛会忧心吗？没有啊，我只是在想明天盛会穿哪套头面可以艳压群发。哎呀，小怀瑾也太敏锐了吧，这可绝不能让他跟着瞎操心。他才刚从萧景贤那个变态那捞出来，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当个无忧无虑的米虫。姐姐，相信我一点吧，我能帮你。帮我？怀瑾，你……胡姬那人在关外的钱庄走账，已经被我部的暗线盯死了。半个时辰前，他收到了萧景琰的巨额宿款，而且我已经查实，城西那块地就是个长不出草的废壳子。怀瑾，你简直是个开了挂的情报神童啊！这消息网也太恐怖了吧！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一个消息，有人故意放风声说城东那块地才是真正的宝地。盛长网早已按查中下旨，准备在城东地块修建避暑行宫，那里可是不可触碰的禁地。怀瑾，帮我把城东地块是绝世宝地的消息传出去，告诉他们城东那块地谁买到谁就能富可敌国。好。娘，我这身裙子是不是太招摇了？那些世家公子的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了。我顾云言的嫡女本就该万众瞩目。我娘亲简直是护女狂魔，太有安全感了！我要死死抱住娘亲大腿，让我看看萧焕之躲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哦，看到了，怎么穿的跟只黑天鹅似的？这就是老王爷，这就是那朝堂上威震八方铁血老王爷。看起来挺威风的，可谁想得到他的大孙子萧景琰每天都在他的残茶里偷偷下毒呢？这么长时间，这毒恐怕早侵入肺腑。老王爷的呼吸那么重，心脏压力肯定很大。谁？是谁在说话？萧景琰一直在给我下毒。老王爷，您怎么了？可是身子不适。说起来最惨的，还得是老王爷那个失散了整整10年的小孙子萧怀瑾啊！老王爷派人翻遍了大半个江山，死都不知道那孩子其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我们将军府里好吃好喝的供着。怀瑾，我的乖孙怀瑾居然还活着，到底是谁？难道是将军府的那位嫡女？瞧瞧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国皇帝亲征来走红毯了呢。这就是传说中胡姬那什，这前凸后翘的身段，这妖艳的脸蛋儿，确实有让无数男人疯狂的资本啊！在原本剧情里，胡姬那然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可她现在看萧桓之的眼神，怎么不仅没有半点杀气，怎么感觉还拉丝儿啊？萧桓之此次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难言祸首。但如果胡姬那人是真这么爱他，怎么舍得给他下毒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得不到就要毁掉？下毒？萧景琰，你竟然敢勾结北地的妖女，对亲弟弟痛下如此毒手！要是属实，老夫今日绝饶不了你！世子爷，好久不见。为了能在这万宝盛会上再一睹世子爷的绝世风采，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心思呢。那人首领，今日是万宝盛会竞拍商产的正经场合，不是青楼处笑的私人叙旧，请自重。二弟啊，那人首领这次可是带着绝对的诚意来与咱们定王府合作的，你这般态度，怕是会伤了贵客的心呢。合作伙伴？我看是送你上西田的送终伙伴吧，笑得这么阴险狡诈。一会儿胡姬那人递那杯毒酒的时候，你怕是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巴不得萧恒之当场暴毙吧。既然各位都已经到齐了，那么盛会竞拍立刻开始。诸位，这便是我们北狄此次拿出的最大诚意，城西的100亩地块，此地背山面水，堪称日进斗金的聚宝盆，估值绝对在1000万两白银之上，具备极高的商铺和良田开发资质。世子爷，这可是定王府彻底垄断京城商脉的绝佳机会，
今日以此地块进行无屌价竞拍，若是定王府能拔得头筹，我们北狄商队立刻撤出京城钱庄，将这块肥肉双手奉上。哇，1000万两白银的极品地块，吴京那人这算盘珠子打，这哪里是卖地？我看分明是想把萧焕之手里最后一点现金都榨干吧。什么？萧景琰竟然敢联合外邦，给自家的百年基业挖下如此大坑府，简直是丧心病狂！二弟啊，那人首领这次可是给足了咱们定王府天大的面子，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定王府的那些商铺怕是再难有翻身之势。这番诚意确实惊人，不过如此惊天大手笔，在座的诸位有谁敢第一个站出来开这个天价的头？怎么？平日里一个个在官场上谈笑风生，现在到了要拿出真金白银的时候，连个起拍价都不敢喊了。既然这帮缩头乌龟都不敢吱声，那你便代表定王府给纳然首领一个交代吧。老王爷，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万一萧焕之死要面子活身正，为了男人的尊严，真的开口叫了天价，吴京大人只要顺势一甩手砸地砸给他，咱们将军府就算把底裤当了也救不了他呀！萧焕之，你可千万别上当啊！这块地只要一砸在你手里，定王府的钱库瞬间就会被抽干，行不行？萧焕之，你快点拒绝他呀！快大声说你没钱！你说定王府穷得快要揭不开锅了。哎呀，萧焕之这个笨蛋，怎么把城东地块的绝密计划书给露出来了？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想要这块地了？爷爷，这定王府目前的现银恐怕只能勉强支撑一个大工程的运转。城西地块固然是块肥肉，但咱们必须慎重啊！世子爷既然对城西地块不感兴趣，那想必是心中早已有了更好的目标。我听说京城东面有一块地块，不知道世子爷是不是正在打他的主意？果然，胡姬那人的眼睛都快长到城东地块。那人首领，那本小姐今天就代表将军府陪你玩一把刺激的。就凭你，将军府那个刚从泥腿子堆里找回来的野丫头，小姑娘，这可不是游戏。到底是不是玩过家家，咱们试过才知道。既然要玩，咱们今天就玩把刺激的。如果本小姐赢了，你们北狄的商队不仅要立刻永久的滚出我大钱的京城，还要赔偿定王府1000万两白银。好大的口气！那如果你输了呢？如果我输了，将军府名下30%的军需产业，本小姐双手奉上。胡姬大人，你终于咬钩了。你以为你手里捏着的是王牌？不好意思，姑奶奶，我手里捏着的可是整副牌的致命说明书，30%的军需产业，你简直是在做白日梦。胡闹！您就这样放任一个黄毛丫头拿军需命脉去豪赌？军需产业落入北狄手里，大钱的脸面往哪儿搁？边关将士吃什么？我顾云兰的嫡女，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外人来教她做事了？都给老夫闭嘴！老夫这把骨头还没入土呢，还轮不到你们来替将军府瞎操心。唐英丫头，既然你有这胆量，那就放手去做。老夫萧伯衡今日就在这儿给你做保。老王爷果然好魄力。既然如此，我北狄也没理由将这送到嘴边的肥肉往外推。城东地块现场竞拍正式开始，起拍价300万两白银，600万两，1000万两，1500万两！苏桃烟，你有种再跟啊！1500万两白银，纳冷首领真是财大气粗，小女子甘拜下风。这块地太贵了，本姑娘不买了。苏唐嫣，就算你耍诈，这块宝地最终还是落到了我们北狄的手里。1500万两，不过是洒洒水罢了。定王府、将军府，你们就等着被我北狄死死踩在脚下吧。但能看他们吃丑的样子，值了。我还没说完呢，那就先恭喜纳荣首领了，喜提大钱，皇家地属行宫一座。苏唐嫣，你敢耍我！姑奶奶耍的就是你！1500两白银买一块不能动的皇家病区，无稽纳然，你这笔买卖可失了我的秀头。现在这要命的烫手山芋砸在你的手里，我看你回了北狄怎么交代！你们刚才不是还口口声声说城东地块是真正的绝世王牌吗？这块宝地之好，可是连圣上都看中了，确实称得上大钱真正的王牌啊！是你自己要买的，关我什么事？
那人首领，你的发财美梦可是要彻底稀碎了。圣旨到，闲杂人等统统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城东地块风水极佳，朕已决议在此修建皇家避暑行宫，司敞篷3字买超斩，破土清损。我派人查过，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皇家要征地的消息。哎呀，那人首领，你那份情报恐怕是花大价钱买来的特供版吧？其实我早就提醒过你，那块地可是皇家看中的。是你执意要赌，我也拦不住。爽，1500万两买个大坑，还得看着这地给别人用。胡姬那人，你现在是不是连想死的心都有了？萧景琰，你也别在那儿装死狗，收了胡姬那人的回扣，我看你怎么吐出来。好一个将计就计，不愧是我萧伯衡看中的丫头。唐英，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苏唐英，你这个阴险卑鄙的贱人，你竟敢设局害我，我要杀了你！都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杀！这北京娘们说不起来话了，那现在王法救孝，你们两个大冤种哥哥人死哪儿去了？都是挨上一刀，明年今天就得去给我上坟了。动他，你们试试。敢在小爷的地盘上动我妹妹，我看你们这帮北狄狗是嫌命长，活腻歪了。那人首领，你不仅在城西地块上设局，还联合我束凶，在过去半年里，通过关外钱庄转移了定王府价值500万两的产业。萧景琰，你以为躲在北狄人身后操盘，就真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了吗？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定王府的庶长孙竟然勾结外邦蛮夷，出卖自家基业。今日多亏了苏大小姐和世子爷联手揭穿这阴谋，不然咱们京城这次非得被这帮北狄狗咬下一大块肉不可。萧环之，你竟然从一开始就在耍我们！我让你们觉得胜券在握，你们怎么会把那1500万两乖乖吐出来？看来这大腿我没逛错，以后在这京城里有这回阎王罩着，谁还敢惹我苏唐英？娘，这万宝楼的桂花酥做的真地道，回头咱也找这大师傅要个方子。唐英，慢点吃，要是喜欢，一会儿娘让管家去把那厨子直接买回府里。哎呀，反正现在闲着也是闲着，让我来看一看这帮京城大佬。哦豁，左前方那位平日里标榜爱妻如命的王大善人，袖兜里居然揣着一条刚买的女子肚带，约的对象居然还是自家刚进府2个月的小丫鬟。那丫鬟看他的眼神都能拉丝了，王夫人的头顶怕是已经绿得能跑马了。哟，周侍郎看着挺正气凛然的，居然在桌子底下悄悄扣脚丫子，扣完居然还闻了一下。救命！我为什么要看到这种画面？我的眼睛要瞎了！等等，这几个人不对劲，那个领头的光头大汉，胸口石板下面居然绑着一把短刃，那种刀刃弧度是专门用来割喉放血的。这些死尸杀手才是他最后的底牌。萧婉之，别光顾着喝那杯破茶了，快看你右手边那个正准备喷火的哨子，他那根吹火管里藏着毒镖，只要擦破点皮人就没了。还有老王爷，他们这群亡命徒的目标是连老王爷也一起解决掉，好让定王府彻底陷入群龙无首的死局。程渊、程潇，时刻小心，准备动手，抱住你妹妹。娘，拿着防身，这可是我辛苦熬制出来的10硝软筋散混合着秘制辣椒粉，可千万别把错塞子喷错方向。顾承潇，你人呢？别杵那看胸口虽瘦了，快趁乱出去叫官兵啊！唐丫头，你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老王爷，您乖乖坐好，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都千万别乱动，有我在呢。妈呀，我的心脏都快跳出喉咙口了！萧环之，你快别喝那杯的破茶了，万一里面有魔药怎么办？快跟我一起护住老爷子啊！所有人立刻动手，一个不留！护卫呢？快救命啊！有刺客！妈呀，这群疯狗真的动手了！萧恒之，快撒药粉，糊他们一脸！
萧恒之，左后方那个吹火管的，他管子里藏了致命的毒针，千万别被碰到。顾丞相，你这个大冤种人死哪儿去了？再不带着救兵来，你亲妹妹就要被这帮疯狗扎成马蜂窝了。无关人等立刻退下，否则后果自负。那人首领，您那1000万两的违约金还没付呢，这就拍拍屁股走人，不太合规矩吧？不用谢，这是本小姐免费送您的强力卸妆水。娘亲，萧景琰呢？等等，我想起来了，原著里写过，萧景琰早就暗中买通了定王府的一批叛将，他要在今天下午强行逼宫夺权。他是想趁着万宝楼大乱，直接带兵去把老王爷的亲卫营给端了。这个畜生，老夫还没死呢，他就敢这般造反！立刻备马，现在就随老夫杀回王府！今日我要亲手劈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孽蟒！我亲爱的爷爷，您老人家这么着急的带队出发，是想去哪儿啊？难不成是要去给孙儿我庆祝荣升世子之位吗？就在半个时辰前，王府中那几位识时务的将领已一致推举我暂代定王府兵权。现在定王府由我萧景琰一个人说了算。萧景琰，你勾结外邦蛮夷，出卖家族利益，你就不怕定王府的列祖列宗半夜来找你算账吗？列祖列宗，爷爷，在您眼里，除了萧恒之这个会装模作样的嫡孙，何曾看起过我这个庶出的孙子？既然您吝啬的舍不得给，那孙儿我也只能自己动手拿了。现在整个万宝楼都在我的掌控下，谁敢动一下，谁就得死！我操！萧景琰，你个不要脸的老六，居然玩了一招反向包围！萧焕之，快想办法呀！你可是全剧的智商天花板，不应该有什么逆天的秘密武器或者隐藏的大招吗？哎呀妈呀，我的药粉刚才喷空了，现在我拿什么对付这帮肌肉男？难不成拿地上这半截桂花酥砸死他们吗？饶命啊！爷爷，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姬那人送来的黄金，底下这帮将领们可都已经分过了。如今大局已定，只要您老人家在这份文书上盖下定王府的大印，我保证给萧焕之留个全尸，让他体体面面的走。否则，我手下兄弟们的刀剑可不长眼睛。万一伤了他的这张脸，或者缺胳膊少腿的，那可就不好了。萧景琰，你丧尽天良，为了世子之位，连定王府100年的忠义基业都要拱手送给北狄蛮夷，你不配姓萧。老夫今日就算是死，也绝不会把兵权交给你。忠义基业，在您的心里何曾有过我萧景琰的位置？我只是拿走我应得的。动手！先给我挑断萧焕之的手筋脚筋！爷爷别气了，气坏了，回头我还得费劲给您施针调理。看萧恒之这淡定样，这货要是没留后招，我直接把地上这半截桂花岗生吞了。快动手啊！拦住他们，给我杀！谁杀了萧焕之，本世子赏金10000两！萧景琰，你这帮手下也太不经打，就这点本事还敢学人家造反？放开我！我可是定王府的世子！萧景琰，从你签下与北狄勾结的协议起，你就不配再踏入定王府半步，你是个叛徒。刘长史赵参军刚才在底下跟着萧景琰叫得挺欢啊！老王爷饶命啊！我们是被萧景琰蒙蔽了！即刻扒了他们官府，押入大牢。定王府不留叛徒。萧景琰，你勾结外邦蛮夷毁我萧家门风，从今日起，你不再是我萧家子孙。来人，带走！
有交宗人府按谋逆罪严加查办。唐英、恒之，今日这一仗打得着实漂亮。不过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提前布好局的？那个爷爷，我直觉准，发现那胡姬那人看人的眼神不老实，便让大哥帮我查了查他的底细。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还真查出猫腻来了。总不能承认我是拿了通关剧本吧？老王爷这眼神也太毒了！爷爷，唐英心思细腻，察觉到了萧景琰和胡姬那山私下有接触后，告知了我。孙儿不过是按照他的预警提前做了些准备，首功当属唐英。哦，心思细腻，我看你们这叫心有灵犀吧。不过恒之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娶个正妃了。你看你身边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我甚至还听说，其实你是对身边的男侍卫更感兴趣。爷爷，您别听信外面那些无稽之谈。孙儿不娶妻，只是还没遇到那个能让我心甘情愿相伴一生的人。唉，可怜我这把老骨头，半截身子都入土了。本想看着孙子成家立业，抱上重孙，现在看来还是得等我进棺材了，在地下才能喝上你的喜酒了。爷爷，孙儿不瞒您了，其实我心悦唐英已久。唐英前些日子深夜翻进我的别院，不仅救了孙儿谢的性命，还不小心看光了孙儿的身子。于情于理，他毁了我的清白，都得对我负责到底。小环子，你碰瓷啊！我那是去救你，给你包馅儿的。我只看了腹肌，就只有腹肌而已。好啊！既然连身子都看光了，那就是我定王府铁板钉钉的准孙媳妇了。唐英丫头，这事儿爷爷今天就替你做主了。下周我就亲自挑个黄道吉日，带上聘礼去将军府提亲。爷爷，我真的没看光，您别听他瞎说。恒之他在胡说八道，我冤枉。唐英，既然你对我的身子这么念念不忘，等咱们订婚之后，爷爷，您怎么了？爷爷，等一下，这不是普通的心悸发作。恒之，快叫大夫，准备银针。子宫、玉堂、痰中。林丫头，多亏了你，才能知道茶水会下毒。你把施针法子和药方写下，让太医院这帮庸医好好学学。爷爷严重了，我只是在古书偶然看到的残卷，记不太全了，我尽量写，您让太医参考就好。妈呀，吓死我了！我总不能坦白说这是穿越前翻到的防除毒秘籍吧？还好当时为了搞钱备了不少药物，不然非露馅不可。几味寻常草药这样搭配，竟能中和剧毒，还能温享心脉。老朽行医数十载，今日真是大开眼界，受教了。好，不愧是我定王府看中的准孙媳妇儿。唐英丫头，你今日不仅救了老夫的命，更是救了整个定王府。城南那处温泉宅院，还有王府名下10家江南布庄的全部红利，就当是爷爷给你的零花钱了，拿着去买点胭脂水粉。我操！城南温泉宅院，10家布庄的全部红利，我这是直接原地飞升，瞬间变身京城女首富了！立刻去京兆府办理过户。既然是爷爷给你，你就好心收。那唐英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爷爷。爷爷简直是天底下最大方的爷爷。娘亲，我回来了，快猜我今天去定王府捞到了什么宝贝？城南温泉宅院商铺。唐英，你这是去打劫定王府了吗？哪能啊娘，这是谢礼，您拿着，以后定王府就是咱们最硬的后排。虽然心疼着银子，但比起娘亲重振将军府的大业都是浮云。只要娘能彻底掌控将军府，我以后躺平数钱混吃等死的日子还长着呢。那和离的事办得怎么样？沈仲平肯签字了吗？哼，他那种贪婪之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过我已设下死局，他负责的庄子全线亏空，撑不了多久了。娘唐英，我有急事出府一趟。柳如烟传信说，他手里有沈仲平勾结萧景琰的关键罪证，约我在老地方见。柳如烟，大哥，你确定他不是在设套？放心，大哥心里有数，在这京城还没几个人能动得了我。老地方，白莲花没有啥好戏，
原剧情里大哥这时候明明是军营里练兵啊！西郊废弃渡口。大小姐有什么吩咐？立刻召集府内精锐，随我出发去西郊渡口。所有人都换上夜行衣，马裹蹄，保持静默。属下遵命。世子，苏小姐的马太快了，前方路况险险，要属下带人去拦截吗？不用，这丫头骨子里有股疯劲儿，拦不住的。大小姐，中心仓库被包围了，里面大约50名亡命徒，手里都有硬家伙。50个，沈仲庭还真舍得下血本啊！我和你一起进去，这帮人里有弓弩手。萧环之，你的伤还没好透，跑来凑什么热闹？我萧环之未过门的妻子去拼命，我若躲在王府里喝茶，以后还怎么混？谁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别乱叫！大小姐，这帮人是沈仲庭用重金请来的江湖亡命徒，他们手里还掌握着沈仲庭和萧景琰所有的黑账和通敌铁证。太好了，只要拿到那些罪证，沈仲庭这辈子都别想活着走出京兆府的大牢了。大哥疯了吗？他想一挑50，你快去帮他呀！他没你想的那么蠢，他既然敢来，手里就一定攥着底牌。龙渊，求求你救我！他们说只要你交出军中印记，就放了我。我们安静的看戏就好。顾大公子，把兵权印记交出来！他的死活与我何干？顾成渊，别跟我玩欲擒故纵这套，这可是你当年心心念念的红颜知己。你也说了是当年。动手，一个不留！妈的，被耍了！兄弟们，跟他们拼了！走，咱们趁乱去账房。找到了，全在这里。沈仲庭这些年转移将军府资产的明细，还有萧景琰买通北地杀手的密函，简直绝了！连当初怎么设计陷害我娘的计划都写得清清楚楚。沈仲庭，你这个老匹，他还是个人吗？他竟然逃出来了，看来是在移交宗人府的时候给他找到机会逃了。既然你们想断我们的财路，那就都给老子去死吧！恒之，小心后面！你流了好多血，笨蛋，你为什么不躲开啊？你是不是嫌命长啊？拿好包裹，躲好，这是命令。别出声，我去把这帮人引开。不行，你伤成这样，出去就是白白送死！你给我回来！萧恒之，你个超级无敌的大笨蛋，逞什么英雄？你要是敢死在这儿，我这辈子都耗不起这人情债了。萧恒之，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你要是敢死，我发誓把你定王府所有的家产都换成桂花糕拿去喂猪。太久了，还没消息吗？世子受了那么严重的伤，他绝对不可能跑远的。苏小姐，这片疆域暗流复杂且团结，我们的人已经下去搜寻了整整3轮了。求求你们，再大范围的扩大搜寻，他一定还在附近等着救援。唐寅，别太担心，世子殿下武功高强，一定会平安的。顾将军，苏小姐江面风大，不如先回营帐等候消息。不，我要在这里等。萧恒之，你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你要是敢死在这江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在心里偷偷的骂你冰山脸了。你还真是处处都在为我着想啊！萧幻之，你没死！
顾将军，萧世子剑伤就在心脉附近，失血量已逼近常人极限。老朽拼尽全力施针止血，总算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了。他何时能醒？若今夜不再高热，明日便能醒来。唐寅，西郊废弃渡口还有沈仲庭勾结萧金衍的大量罪证，我必须立刻去和京兆尹交接。萧焕之这边，只能辛苦你先暂时守着了。大哥，你快去吧，正事要紧，这儿有我呢。有任何突发情况，立刻让安伟通知我。吓死老娘了！萧焕之，你这厮果然是个命硬的活阎王。俗话说得好，祸害1000年，古人诚不欺我。你要是真的为了救我死在这里，我这下半辈子怕是要天天在佛堂里给你敲木鱼超度了。萧焕之，你这大笨蛋，最好赶紧给我醒过来！这回你欠我的命，我要按京城里最高利贷的标准给你算利息，少一个铜板都不行。水，你醒了！你这个火阎王终于肯睁眼了！你知不知昨晚差点成了京城里死的最年轻的世子爷了？我没死成，你是不是在心里觉得特别遗憾？毕竟你昨晚心心念念的那18个美女侍妾的面试还没正式开始呢。可不是嘛，我连题目都连夜构思好了，结果你这家伙命硬得很，又从鬼门关爬了回来。苏唐寅，我胸口疼得厉害，一丝力气都使不上，想喝你吹凉的白粥，你能喂给我吗？萧焕之，你只是伤了胳膊，不是瘫痪，想吃自己喝，别得寸进尺啊！唐寅，求求你了，我真的好疼。这还是那个杀伐果断、冷酷无情的萧大长子吗？他这是在走撒娇卖惨路线，这厮是不是被剑伤到脑子了？萧大世子今日怎么突然变得这般粘人？该不会是在这生死边缘走一遭，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我了吧？苏唐寅，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这是在深情表白了，这剧情走向太刺激了吧？但是我只是一个只想做一条咸鱼啊！我承认我确实馋他钱和脸，但是我真的不想谈这种动不动就要生要死的感情啊，太累了。喜欢你，苏唐寅，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切实际的误解？萧焕之，你真的不可理喻！你要是人格分裂，就赶紧多吃点药，别在这里乱咬人。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你。行，你清高，你牛逼，你就一辈子过老终生吧。哟呵，沈仲庭这个厚颜无耻的软饭男，居然还没有脚不该滚蛋！看来娘亲今天是要彻底清理门户，大开杀戒了。顾云兰，你别以为你能在京城里只手遮天，凭一纸休书就想让我一无所有的离开将军府。我告诉你，除非你今天直接弄死我，否则你想都别想。沈仲庭，你这些年暗中勾结外人，偷偷转移我将军府资产的非法契约，还有那些见不得光的烂账，如果我现在就派人送去刑部大堂，你觉得你能被判个流放3000里，还是秋后问斩？那都是萧景琰那个疯子逼我干的。云兰，咱们好歹也有20年的夫妻情分，你难道非要如此心狠手辣，一点活路都不留给我吗？夫妻情分？沈仲庭，你也有脸跟我提这4个字？你在我喝的茶里偷加慢性毒素，筹划让私生子接管府里的产业时，你想过夫妻情分吗？好，那我签，但我有一个条件，将军府名下的时间最赚钱的旺铺要作为我下半辈生的养老钱。
沈仲庭，你是不是在柳慧娘的温柔心里待得太久，导致你的脑子彻底坏掉？你凭什么觉得现在还有资格站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我只是讨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你的东西，拿着我顾家的血汗钱去养外面的野种，甚至拿我亲生女儿的命去换取你的荣华富贵，你真当我是个瞎子聋子，什么都不知道吗？给我签了这份和离书就滚出将军府！好了，现在你可以滚出将军府，不送。爽炸了，简直是爽炸了！这软饭男终于被扫地出门，净身出户了。娘亲这手段，这气场，简直是我辈楷模。哎呀，爹，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可恶！你这个小贱人，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娘，快躲开，小心后面！沈仲庭，京兆尹的捕快早已在将军府的大门等你了。咱们夫妻一场，何必呢？侍卫，把他拖出去！娘，您刚刚简直太飒了。不过，您到底是去哪里弄到沈仲庭转移资产的证据的？早在沈仲庭在账目上做手脚时，我就在账房安插了暗毡。妈呀，娘亲才是那个拥有上帝视角的大 boss 啊！傻丫头，娘如果不狠一点，怎么在这吃人的京城里将你护在羽翼之下？哇塞，娘您太伟大了！以后我就是您手下最忠诚的士兵。对了，娘，这是我在西郊废弃渡头抢下来的账本和密函。你拿到这些东西一定吃了苦头，谢谢你，我的好女儿，能成为你的母亲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娘，您放心，儿子就算是粉身碎骨，也会守护好咱将军府。娘，这么大的场面，怎么能没有我的戏份呢？你这臭小子，整日就知道在那贫嘴。从今天起，咱们将军府就是这全京城最亮眼的顶级豪门，简直太完美了！看来娘亲是彻底跟那个渣男划清界限了。我的宅斗任务也算是圆满完成了，接下来我终于可以安心的筹划我的首付退休生活了。将军夫人，老王爷和世子爷特意嘱咐老奴，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将军府表达最高规格的祝贺。老王爷真是有心了，还请老管家回去替我转达谢意。将军府定会与定王府同舟共济，世代交好。苏大小姐，世子爷说他这几日伤口恢复的不理想，每天疼得夜不能寐。他总是在嘴里念叨着，要是能吃上您亲手削的果子，说不定这伤就能好得快些。哇塞，这是传说中的极品粉色东珠！萧环之这是把定王府的祖坟给挖了吗？居然舍得把这种传家宝拿出来送人！苏大小姐，世子爷派来的马车已经停在楼下了，世子爷在医馆里静候您的光临呢。他还说，要是这果子能削成兔子形状的，行吧，看在这石头勉强能抵我10年奋斗的份上，本小姐今天就大发慈悲，再去给他做一次扶贫慰问吧。那萧大世子，你要的兔子形果子虽然丑了点，但好歹果肉还在，你就将就着吃吧。苏唐英，你管这狗啃过一样的东西叫兔子？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要是嫌弃，本小姐就自己吃了，还不伺候了呢。哼，要不是看在那颗极品粉色东珠的份上，本小姐才不在这儿当着老侄子的削皮丫鬟呢。过几日，定王府会在东海的私家岛屿上办一场赏春会，爷爷刚才派人传话，点名让你来参加。不去不去，那海岛上的日头多毒辣，海风吹多了皮肤都会变粗糙的。我要在家里混吃等死，好好享受。爷爷已经把请帖送到将军府了，你若是不去，他老人家肯定会很伤心的。你忍心让一个刚刚大病初愈的老人家独自去海岛吗？行吧，看在爷爷对我那么大方的面子上，
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不过，萧景琰肯定会借着机会在暗中搞什么小动作，我可不能坐以待毙，得回府多带点防身的暗器。姐姐，你从医馆回来了，那人没欺负你吧？他要是敢对你不敬，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去把他的病床给拆了。他现在连喝水都要人喂，哪还有力气敢欺负我啊？怀瑾，姐姐问你，想不想跟姐姐一起去一个海岛上玩上几天？姐姐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不过，姐姐，咱们去海岛真的只是为了去玩一玩吗？当然不只是玩，姐姐这次带你去是要去办一件可以彻底改变你一生的大事。东海四岛的赏春之会，定王府嫡系和庞氏都会全员到岛，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这不正是让怀瑾当着所有人的面认祖归宗的最佳时机吗？我一定要让这小子风风光光的回到属于他的位置上。对，就按我连夜写好的话本子，立刻派人去京城各大茶楼酒肆散播，标题要够惊悚够吸睛，就叫戏血王尊定王府流落民间的真龙血脉。记得叮嘱他们，描述失散小王国容貌时尽量模糊，要有神秘感。唐嫣，你这大清早的不睡觉，在房间里折腾什么呢？娘，我这可是在做善事呢，给京城那些说书先生和乞儿们送点赏钱，顺便帮定王府找找亲孙子，也算是我为咱们将军府积点阴德了。嘿，娘亲您可不知道，我这10万两白银砸下去，明天的京城街头巷尾绝对都在讨论怀瑾的身世。在兵法上，这叫先发制人，我要用舆论的力量把怀瑾小王子的身份给死死锁住。你这丫头，鬼主意倒是层出不穷。不过定王府的水很深，你自己行事要多加小心，切莫玩火自焚。放心吧，娘亲，女儿心里有数，绝对不会吃亏的。世子爷，苏大小姐那边已经动手了，现在整个京城的茶楼酒肆都在谈论定王府那位民间小王孙的话本子。这丫头倒是雷厉风行，既然她想玩这出敲山震虎的好戏，那我们定王府怎么能不配合一下？阿姨，你去帮她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安排人把话题往认祖归宗和血脉压迫上引。记住，要把消息传得真假难辨，尤其是爷爷那边的反应，一定要让那些说书号子描述的越凄惨越好。萧景琰，我倒要看看，面对一个突然横空出世且深得民心和老爷子宠视的正统王孙，你还能不能继续在这阴暗的角落里坐得住？老陈，你快过来看，你看这孩子像不像老三小时候的模样？王爷，别说，这还真有些相似啊。尤其是这鼻子和嘴唇，简直和三爷当年如出一辙。我就知道老天爷不会如此残忍，我就知道老三当年那个可怜的孩子肯定还活着呀。王爷，您先别激动，注意身子，这消息还不知道真假，万一是有人想故意造谣，图谋不轨，管他是真是假，去，立刻把王府所有的暗卫都派出去查，给我翻遍整个京城，也要把他找出来。我这把老骨头死之前一定要见他一面。怀瑾，我托人从西域买来的碧阳膏带够了吗？那东海孤岛上的日头可不是开玩笑的，要是把你晒伤了，姐姐可是会心疼死的。还有这件、这件，还有这件，这几件衣服统统给我带上。带了，全都带了。姐姐，咱们这次去东海不是去办正事吗？带这么多衣袍干什么？咱们去东海的马车都快被这2个大箱子给压得散架了。正事当然要办，但这门面的形象更要顾及。你到时候可是要惊艳全场的，一定要让那帮眼高于顶的庞氏亲戚惊掉下巴。哎呀，怀瑾这孩子就是太实诚，到了岛上，那帮定王府家的莺莺燕燕肯定会各种试探，不穿得贵气点，怎么镇得住场子？输人不输阵，懂不懂？唐嫣，你这到底是去参加赏春之会，还是去参加京城1年1度的花魁大选？我看你这兴师动众的架势，是准备让怀瑾直接在东海的沙滩上原地登基称帝啊？二哥，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之术。怀瑾，快看，那就是我们要乘坐去海岛的大船，是不是很漂亮？姐姐，这船也太大了吧？这真的能在水上飘起来吗？那是自然，这可是萧环之那家伙的私人座驾，据说花了3年才造好。
萧缓之这品味和砸钱的豪气，真是没得多。东西都准备妥当了吗？海上风浪大，颠簸的厉害。报告世子爷，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航。怀瑾，登船吧。姐姐，你快来看，那边的海水好深好蓝，还有海鱼在水面上跳跃，太壮观了。怀瑾，你看这片大海，它是那么的广阔无垠，就像你未来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姐姐，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可能现在还在过着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呢。傻孩子，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你是我弟弟，我不疼你疼谁？怀瑾这孩子真是太乖了。老王爷要是见到他这副模样，肯定会后悔的没有早点把这个宝贝金孙接回王府享福。在聊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再聊怎么把你这座私家海岛给据为己有啊？萧世子，你怕不怕？如果你想要，别说这座海岛，就算是整个定王府，甚至我这个人都可以是你的。不行不行，苏唐一，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你今天是来干正事的，绝对不是来跟这个妖孽谈情说爱的。美色误国！欢迎世子爷，欢迎各位贵宾。天字号上房已经准备妥当，辛苦了。带大家去房间休息。怀瑾，快看，那就是我们要下榻的别院。是啊，姐姐，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房子。晚上准备了海鲜篝火晚宴，大家先随管家去房间稍作休整。那只，对，就是那只最大的龙虾，躲在珊瑚礁后面，快拿渔网兜住。萧环之，你这岛上的暗桩不是靠谱吗？我总觉得林子里阴森森的。暗影带人将岛屿排查3遍了，这别院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绝对安全。我这叫防患于未然。萧景琰现在被逼入绝境了，俗话说困兽犹斗最为可怕。他们为了翻盘，还有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干不出来？你怎么从下船起就这么紧张？萧环言心太大了。刚才经过后花园，那暗哨站位明明就有视觉盲效，看来这岛上的管家和侍女里早串入了被收买的暗钩。果然被我猜中了，这吊灯内部和花瓶里藏了5个传音导管和窥视口。萧焕之，你的暗卫可以去扫大街了。怎么回事？有没有别的备用火把？世子爷，我们的备用火把都不见了，传信的信鸽也全部被射杀了。妈呀，这该死的剧情又暴走了！我就知道这海岛之旅肯定是鸿门宴。安影，立刻带领所有人撤离到别院地下的紧急机关暗堡里，快走！萧寒之，没想到是我吧？你这自诩算无一族的定王府世子，终究还是落入了我精心布置的死局。这岛上所有的机关中枢已经被我破坏，四周的海域也被我的战船封锁。现在就是一只瓮中之鳖，自由的感觉真好。我的好爷爷还躲在里面不出声吗？我知道你就在书房，出来见见你这个已经死过一回的孙子啊！咱们还有一笔血债没算呢。萧景琰，你竟然敢带人杀上岛，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自寻死路？自寻死路？老东西，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要我今晚把你们全杀光！我就是定王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谁活谁死还不一定呢。老东西，你说你都这把老骨头了，还死死霸着定王府干什么？只要在这份契约上签字画押，我保证让你继续享受天伦之乐，否则每隔一盏茶的功夫，我就会杀一个人，直到你签为止。做梦！我定王府的100年基业绝对不可能交到你这种丧心病狂的疯狗手里。萧汉之，你这个缩头乌龟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你若是再不出来，我不仅要杀光这些仆从，我还要把你那个宝贝疙瘩苏唐音剥皮抽筋，悬尸示众。萧景琰这个疯狗，居然用那些无辜下人的命来威胁爷爷！这岛上的信鸽全被他杀了，消息根本传不出去。不行，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这局解不开，咱们全得死。我那在京城还没捂热乎的商铺和地皮，难道就要这么眼睁睁的便宜别人了吗？绝对不行！顾大公子，你留在这里保护唐音他们，我出去会会他，就算是死，我也得拉他一起。别冲动，外面全是弓弩手，你现在出去就是活靶子。姐姐，联系上了，
我之前培养的那只鹰隼接收到了我的指令。真的？你这通鸟兽的天赋简直是外挂啊！快让他去给京郊大营传信。信息传出去了，半个时辰必能将消息送达京郊大营。怀瑾，你太棒了！这召唤神鹰的绝技简直就是救世主，这个局终于有救了！萧景琰那个蠢货肯定想不到怀瑾会御兽，想切断我们与外界的联系。你萧景琰还嫩了100年呢！萧景琰手里握着那引爆猛火油的机关引信，我必须一箭射断他的手劲，废掉引信。顾大公子，引信落地的瞬间就是你带人冲出去的最佳时机，我们必须撑到援军赶到。放心，只要你这箭不落空，外面那些家伙就交给我。时间到，老东西。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今晚大家就一起同归于尽吧！我的手！杀！京郊大营10万大军已将海岛全面封锁，投降者可留全尸，负续顽抗者杀无赦。别以为你赢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做鬼？萧景燮，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勾结外敌，谋逆造反，意图弑杀宗族长辈，每一条罪状都足以让你在大牢里像蛆虫般腐烂发燥，度过可悲的下半辈子。你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萧大半派，你的戏份彻底杀青喽！赶紧去大牢里领你的盒饭吧，记得在里面多踩几10年缝纫机，好好反省一下你这糟糕的智商。简直爽翻了！这种亲眼看着大反派被残忍地按在地上摩擦的戏码，简直太爽了！接下来就该让我们怀瑾弟弟高调的认祖归宗了。爷爷，经过暗卫查查，以及这枚传家玉坠和怀瑾肩膀上特殊的月牙天戟印证，怀俊的身份已经毋庸置疑。他就是三叔当年流落民间的亲生骨肉。好孩子，快过来，让爷爷好好看看。像，太像了！老陈，你快过来看，他这简直和老三小时候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是啊，老爷，太像了。这认亲的场面简直太催泪了。不过这桂花饼真的好好吃啊！怀瑾这小子终于苦尽甘来，成功的抱上了粗壮的大金腿。从今以后，他在京城里就可以横着走了。而我作为他最敬爱的姐姐，以后岂不是可以跟着他安稳的混吃等死，享受奢靡的退休生活了？从今日起，怀瑾便名正言顺地回归我定王府的宗室玉炉，他就是我定王府尊贵的二公子。谁若敢对他不敬，老夫定严用家法，绝不姑息。唐英丫头，你快过来！这次怀瑾能平安认祖归宗，你居功至伟。老夫决定将城南那100亩地皮以及周边所有商铺全部赠予你，作为你的嫁妆。哇塞，爷爷您简直是这全天下最大方最帅气的活菩萨，唐英在这儿郑重的给您磕头了。爷爷，孙儿今日请求爷爷成全，孙儿与唐英情投意合，生死相许。孙儿郑重恳求爷爷恩准孙儿与唐英的婚事。老夫今日就痛快的做主，赐婚于你们，择日举行这京城轰动的世纪婚礼。啥？成亲？孙儿愿以定王府世子之位壮重发誓，此生唯一，绝不纳妾，宠爱他一生一世。我操！这剧情走向怎么彻底崩塌了？我只是想安稳的搞钱搞事业，顺便救赎一下男主弟弟啊！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嫁给这个腹黑的活阎王了？不行，娘亲说的对，这定王府的水深，我得赶紧收拾收拾我那细软和地气，连夜跑路，去江南买个小岛当个岛主不香吗？苏唐英，你若是敢愚蠢的动一下逃跑的念头，我就打断你的腿，用链子把你锁在我定王府的深处。
你再也见不到你的细软和地气。哦对，还有桂花糕，不信你可以试一试。萧环之，你这混蛋！想进将军府大门，先跟我打一架，比试比试。萧世子，想接走我妹妹没那么容易，先交出万两黄金红封，否则别想踏进半步。萧环之，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对我姐姐不好，我就让鹰隼在你别院门口一直叫，你别想睡好觉。我萧环之对天发誓，此生此世只爱苏唐英一人，绝不负他若为此事，让我倾家荡产，众叛亲离，永世不得翻身。哥，一定要幸福。唐英去了定王府，若谁敢给你脸色看，你直接用这扳指调动顾家暗卫。将军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娘，您放心，女儿绝对不会吃亏的。唐英，来接你了。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嫁给你吧。萧环之，以后我们要是吵架了，你把我赶出王府怎么办？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就先把自己扫地出门，把整个定王府留给你。但我相信不会有这一天的。这狗男人上当，看来我这首富退休生活稳了。唐英，感谢你闯入我灰暗的世界。世子爷，余生请多指教啦。